阿唐，为兄要离开一个时辰。去哪儿啊？找云六和宁儿。若是那人真的可信，他现在一定会将云六和宁儿救了出去。兄长，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把握好时辰，不可以逗留在阵中。还有，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好。说完，他对安雪堂露出了一个笑容，随即转身离开。安雪堂刚走到了床边，正想坐在床上，突然耳边传来了动静，可他仔细听后，又好像一切是幻觉，这种迹象可不好，总觉得这声音是凤鸣发出来的。阿景，我需要出去一趟。北疆王妃这是想去哪儿？莫不是想去找那凤谷主？你这话什么意思？你和你的兄长当真以为老夫这里是你们想进就进，想走就走的？你们未免也太小看老夫了些。你对我兄长做了什么？你对我兄长做了什么？做了什么？闯我阵法者必死无疑，所以北疆王妃觉得老夫能对凤谷主做了什么？你可知，对于本妃来说，我兄长占据了多大的分量？哼，老夫可不知，也并不想知。老夫过来只不过是为了告知你，凤谷主已经归西，这就是与老夫作对的下场。若是你和北疆王还存有逃出老夫手掌心的心思，凤谷主的下场就是你们的前车之鉴。说完，面具男转身就走。阿景，你听我说，我方才好像听到了兄长发出的声音，所以我现在必须要去瞧一瞧。我跟你一起去。不行，你现在的身体实在不宜再动了，你必须听我的，好好躺在这里，等我回来。阿景，你放心，我很快就会回来，而且你还在这儿，我不会舍得离开。好，注意安全。主子，那北疆王妃，属下们是否要动手将她抓回？哼，不必，让他找，等他自己死心了，自然就会回来。北疆王还在这儿，他可舍不得离开。是。让人盯紧莫云景，只要他还在我们手中，就不怕那安雪堂不乖乖听话。是，属下明白。属下得了命令，立刻离开。此时，面具男嘴角噙着一抹冷笑。这次过后，安雪堂应该就可以本本分分地给他医治，别再心存幻想，觉得自己还能逃离这里。安雪堂已经找了好几处地方，除了地上的一滩血，他什么也没找到。而这滩血并不像是人血，反而更像是大紫的血。难道是大紫过来将他的兄长救走了？糖糖，可有凤鸣的消息？兄长应该会没事的。对了，先前你醒过来之前，我跟你说的那个人，你还记得吗？他让我无论听到什么都不要相信，而且我只是听到了那个戴面具的丑男人跟他的手下说，他们只是派人去追杀兄长，至于兄长到底有没有真的死去，他们不能确认。而且大紫好像也来了，他现在极有可能和兄长在一起呢。如果大紫真的出现了，那么凤鸣还真不一定有事，怪不得糖糖没有那么担心了。现在看来，凤鸣出事的几率并不大。我先给你处理伤口吧。王妃，不用了，属下。你自己没法处理。行了，别磨磨唧唧的，赶紧把身上的衣裳褪去。那个，王妃，属下回房自己处理就行了。十一，咱们现在处境很危险，现在的我对于你来说就是个大夫，所以你也别不自在了。再说了，不久前你昏倒时，身上大部分的伤口都是我亲自处理的，你现在还有什么好不自在的？听到安雪堂的话，
十一这会儿的心脏更加颤抖了，他用余光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莫云锦那头。自己脱。得了王爷的命令，他哪敢还磨磨唧唧的，赶紧将上身的衣服给脱了。安雪堂动作极快，给十一的伤口用了一些先前的创伤药，这些药材能够加快你伤口的愈合，涂了之后12个时辰内别碰水啊。好，多谢王妃。不客气。还有啊，十一，3日之后我们有一场硬仗，所以你这3日必须好好养伤。3日之后我们跟这些人决一死战。王妃，您放心，3日后属下一定不会拖后腿。今天先这样，回去歇着吧。王爷，属下先退下了。糖糖，笑什么？没什么，只是听见比较搞笑的言论而已。那个阿景啊，要不你有什么话想说的想问的，你就直接说出来好不好？你这样看着我害怕吗？糖糖听见了什么？安雪堂也没有想要瞒着他，况且2个人经历了这么多，这点小能耐他瞒着莫云锦干什么呀？于是他便把自己能够听到方圆50米所有声音的技能告知了他。那你每天耳边岂不是非常的吵？你不必担心这个，我能听见声音的前提是我想听，只有我在心里默念想听，我才能听到。平日里没事儿啊，我一般很少用这样的方式去偷听别人讲话的。所以糖糖偷听过多少本王的事情？安雪堂尴尬地清了清嗓子，眼神略有些闪躲。该来的果然还是来了，反正我说我没听过，你也不会相信。不过我可以保证，我真的没有时时刻刻的偷听。莫云锦这么盯着安雪堂，忽然不继续问了。可安雪堂总觉得这头顶都要被他盯出个洞来了。当他正要摊牌，让莫云锦有什么不满就直接说出来时，谁知莫云锦忽然轻笑了一声。听见莫云锦的笑声，安雪堂这颗悬着的心才瞬间落了下来。阿景，你不生气啊？我不生气，你有这个能力傍身，为夫高兴还来不及。只是你是不是已经知道我的身体情况了？我知道了。不过阿景你放心，你损耗的功力啊，我有办法会让你恢复的。所以你也别灰心，也别想着再将我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自己留下来跟那个人同归于尽了。阿景，你可知，你这条命早就是我的了，所以没有经过我的允许，你不许拿这条我好不容易才救回来的命去赌。放心，这条命是你的，你说了算。你知道就好。对了，阿景，那美人的后脖梗并没有你说的那种桃花状的胎记啊，还有她的真实长相跟母后一点也不相似。安雪堂说着，从床底下拿出了一张纸，纸上他画了那美人的长相。莫云景接过去仔细瞧了瞧。阿景，你可是认识这画像上的女子啊？不曾见过。那你怎么这副表情？不知为何，这女子总给我一种熟悉的感觉。阿景，你是不是也猜到了那种可能性？只可惜，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并不能给你和那个女子做亲子鉴定，不然一切就会迎刃而解了。罢了，这件事日后再说。夜深了，休息吧。次日，这是用来给你治脸的，美人的脸我会亲自给她涂，接下来我就要开始医治她了，你不能在场。你又想耍什么把戏？北疆王还在你手中，我能有什么把戏？赶紧去涂了这个药，涂完之后保证你不会再说什么。男人犹豫中果真出了门，他回到自己的房间，涂上了药。给美人涂完了药，安雪堂开始给她查看后脑勺。安雪堂的手触摸了片刻，觉察到她的后脑确实是像有异物，鼓起来的包也很明显。他不敢用力，沉默地看着美人的后脑勺片刻，他的眉头微微蹙起。如果是淤血，那就说明这美人或许不是昏睡了10来年，而是醒过来之后被人反复打后脑勺，所以才晕了过去。
如果真是这样，那这场戏就有的看了。效果如何？他何时才能醒过来？要是能这么容易，就凭阁下的医术，也轮不到我今日在这儿了。这是给美人涂脸的药，女子的肌肤比较娇嫩，所以她用的药相对于你来说温和一些，药效自然也就慢了些。这个药膏给你，你亲自来也好，让旁人来也好，总之想要让美人恢复年轻时的美貌，就必须得每隔4个时辰给她涂抹一次，这样才能将药效发挥到最大。那老夫的药呢？你方才给老夫的药膏可只够用1次。方才给你的药膏自然只能够用1次的，毕竟你和我之间还存在着交易呢。在北疆王的身体还没有任何好转之前，我也不瞒你说，我将不再给你提供任何药膏。你这话何意？就是字面上的意思。我已经让你看到了用药之后的效果，现在就看你这边如何抉择。总之呢，我家北疆王的身体还没有恢复，你的脸我自然也不会给你恢复。说完，安雪堂转身就走，走得如此洒脱，一点都不怕面具男会不会在后面偷袭他。怪不得他能在危机时刻用命护着你，看样子是因为你拿他当人一样尊重，而不是将他简单的看成一个畜生。他叫大子，是我们的朋友。畜生这2个字不要再让本座听到，不然哪怕明知道打不过你，本座也得为了他讨个公道。他冲过来的时候正好是你刚晕过去，要被人刺杀时，老夫不知道他是你朋友，于是就做了点障眼法，让那些人刺了他一剑。那些个傀儡以为你已经被刺杀，回去复命去了。当然，老夫后来也发现这大子不会伤害你，而且还有护着你的倾向，于是便给他处理了伤口。凤鸣有些疼惜地盯着大子，知道他为了救自己不顾安危，不可察觉地叹息了一声。云六和宁儿呢？云六和宁儿？老夫想起来了，凤谷主说的可是那对小情侣。这个你放心，老夫已经将他们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他们2人没有那种关系。是吗？可是依老夫看呐，这俩小年轻还挺登对，要是能结合在一起，恐怕也是一对令人羡慕的神仙眷侣哟。对于男人说的，凤鸣并不想回应。男人一看凤鸣这个架势，立马说道：你若是想着继续回到北疆王妃身边，那是不可能的。阁下这话是什么意思？老夫已经使用了障眼法，现在那边已经确定你死了。你若是这般出现，那人一定会怀疑到老夫头上，毕竟这世间能在他布置下的阵法中使用障眼法，仅有老夫一个。若是他发现了老夫的存在，别说你这条小命不保，你在乎的北疆王妃定也会成为他的剑下亡魂呢。所以阿唐是不是也误会本座死了？刚说完，凤鸣哪还顾得上什么，就要冲回去。若是让阿唐误会他死了，指不定他有多伤心呢。凤谷主，老夫理解你的心思，可你真是为了北疆王妃好，就乖乖听老夫的话，不然你一旦出现，你们都得死在他的手中。他的武功得到了我师父的真传，功力远在我之上，你们先前已经跟他交过手，应该很清楚他到底有什么能耐。你这要是回去，除了让北疆王妃和北疆王陷入死局，你什么忙也帮不了。阁下有没有办法通知北疆王妃关于本座还活着的事？神秘人刚想说话，突然远处传来一声巨响。听到这个声音，凤鸣的脸色刹那间苍白起来。他听出来了，这是炸药爆炸的声音。我们的计划开始了。这是你的计划？那他们呢？他们可安全？准确的来说，
这是老夫和你们北疆王妃的计划。至于你关心的那帮人，且安心吧，他们现在都很安全。你听到的声音不过是老夫让他们做的障眼法，跟你一样假死，骗过内人。阁下方才所言何意？您与那人师出同门？没错，我们不仅师出同门，先前的关系就如同亲兄弟。只可惜呀，原来他和戴面具的那个男人是失传已久青门帮的2个弟子，他们的师傅具体活了多久，他们也不知道。师徒3人在世外桃源的地方生活得很不错，可谁知这样的生活竟有一天发生了变故。男人的这个师弟，也就是那个面具男，偷偷地练了一身吸人内力的功法。在他和师傅没注意的时候，男人的师弟就已经偷偷下山，找江湖上中的人吸内力，他的内力从而在短时间内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最后这个面具男竟然把主意打到了他们师傅身上。他回山之后，趁师傅不防备，竟吸收了师傅的内力。也是他赶到的时候，见师傅只是冷静地看着他们俩，并宣布将那个面具男逐出了师门，从此不可踏入山顶半步。那面具男也没有任何犹豫的就走了。而那怪异的八卦阵也是师傅所创。凤鸣听完这个人说完，眉头紧锁。所以那人到底什么身份？还有那一直昏迷不醒的女子，她又是谁？天机不可泄露啊！对于这一点，老夫不可言说呀。时机到了，我们该去和你们那帮人会合了。老夫为何要让你假死过来？有你在，他们才有主心骨。事情的成败，还有你在乎的北疆王妃能不能活下来，你们都是关键。方才那一声巨响，北疆王妃可熟悉？你到底做了什么？老夫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北疆王妃不妨先跟老夫讲讲，这瓶东西到底是什么？依阁下的能力，早就猜出这是什么东西了，不是？又何必多此一举来问这个问题？所以北疆王妃做出这样的东西，是想将老夫这里的人一个活口都不留。哼，那是自然，只有让你们都死光了，我们才有机会留下来，不是吗？哼，你这时候倒是诚实，只是老夫是不是说过，若是你再敢耍花招，你一定会后悔。你到底做了什么？你想做什么，老夫自然也想对你们做什么。那样的武器确实杀伤力不是一般的武器能比，只可惜你们或许没想过吧，这样的武器竟然有一天会用到自己的身上。安雪堂浑身一僵，脸色瞬间煞白。方才那个声音，莫不成是？想到了如此残忍的可能性，安雪堂身体下意识地往后抖了抖。你现在想如何？哼，今日之事，老夫就当是警告你们一番。北疆王妃自以为是的聪明，这次害死了多少人，你应该心里有数。接下来你若是还敢耍花招，下一个因你而死的，可就是你最爱的枕边人。说完，面具男转身离开。安雪堂和莫云锦看着他离去的背影，直到看不见他，两人才对视了一眼。你到底想干什么？老夫还以为你与他会有什么不同，如今看来都是躲在女人身后的懦夫罢了。北疆王如何，都是我宠的，你有意见吗？就算你有意见，也得给我憋回去。他配不上你。皇叔，别来无恙。你是怎么猜出来的？皇叔房间里那块玉佩。看来这些年
老夫听到那些关于你的传言，还真是有可信之处。你比他有能力多了。那女子是谁？是谁？你是不是见了她，觉得有种熟悉感？莫云景的眉头皱了皱，看着眼前的云瑞石，好像不得到答案他就誓不罢休一样。此刻的云瑞石不知想起了什么，忽而哈哈大笑起来。等他笑够了，才用那双意味深长的双眸看了他一眼，随即转身离开，丝毫没有告诉莫云景关于那美人的身份。老头儿，你到底在害怕什么？该害怕的不是老夫，只是你现在怀疑了他的身份，想确定他到底是谁。不妨先让你的好妃子快些将他医治好。说完，他便离开了。侄儿，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醒过来？你若是能快些醒过来，或许老夫还能让你见上他最后一面，也算是了了你的一个心愿。云瑞石知道床上的人听不见，又自顾自地说了许多，直到感觉到口干舌燥，他才给他掖了掖被角，随即转身离去。云瑞石不知道的是，在他转身的一刹那，床上的美人竟然从眼角流下了一滴泪来。你身体当真没事？自然是没事啊。阿景，你看我现在像有事的样子吗？莫云景的眉头依旧紧锁，他用探究的目光一直看着安雪堂。阿景啊，你再这般看着我，恐怕我要在这里将你吃干抹净了哦。莫云景忽而勾唇。对了，还有那个女子呢？我见你方才一直想弄清楚她到底是谁，你是不是已经有了些想法？见她时的感觉，就如同在见母后。可是她和母后长得一点也不像，我仔细检查过了，她的后脖梗也没有桃花印记，脸上也没有戴那所谓的人皮面具啊。所以我并不能确定她就是母后，而且当年母后冰冷的尸体，我亲眼所见，亲手所摸。既然不知道她到底是不是，那咱们想办法将她救出去。只要将她救出去了，是不是的问题自然就迎刃而解了。日子过得说快也快，3日期限马上就要过去。今夜过了子时，他们约定的期限也就到了。皇叔啊，最后一次治疗了，我手中的这瓶药一旦用了，自然能够彻底让皇叔的脸恢复。所以呢，开始吧。你现在这般护着他，就是不知道等他负你那一天，你会如何？这就不麻烦皇叔担心了。就算他负了我又如何？至少我享受过他的当下不就好了？人生苦短，若有一日他负了我，大不了到时候我再自行离开嘛。眼下我就只想好好的对他，他也好好的对我，如此就足够了。哼，先把这药服用了，今日老夫便让你恢复内力，只是这过程恐怕要受些苦。安雪堂将他手中的药接了过去，什么都没说，只是在鼻尖下闻了闻。就这么怕老夫毒死他？当然啊，小人得防。哼，检查好了便给他服下，莫要耽误老夫时辰。阿景，这是调理五脏六腑的，放心吃吧。莫云景微微颔首，从他手中接过了药丸，直接吞服。另一边，距离京城较远的北疆营中，正发生着一场激烈的争吵。莫君义，这就是你五叔教给你的礼仪，擅闯进来也就罢了，不行礼不称呼，你要反了天不成？将信还给儿臣。混账东西！还请太子息怒，世子只是担心京城那边的情况，并非要故意冲撞太子。云一，莫君义是本太子的儿子，老子管教儿子，还轮不到你来插嘴。更何况，你貌似很不清楚自己的身份，
莫云晨这话说的，分明就是在说云一多管闲事儿了，而且身份低微，却还想管他堂堂太子之事，简直是自不量力。父王想打便打，不过您手中的信还是要先还给儿臣。看着莫俊义倔强的眼神，他终是哼了一声，随即将手中的信甩到了他的身上。莫俊义顾不上其他，连忙将信展开。看完信之后，莫俊义脸色煞白。云一出事了。云一看过信之后，终于知道王爷和王妃失踪了，想要让他派一支精兵队伍，带上那种神秘的武器，前往光明村。立刻安排本世子亲自带人回去。你不许走。为什么？方才信中的内容您也瞧了去，所以您很清楚武叔出事了。本太子自然知道。父王既然知道，为何不让儿臣回去？莫不成父王不想武叔和无神获救？失踪的人是本太子的胞弟，自然是要拼尽全力去营救。只是这去救之人，怎么轮也轮不到你一个毛头小孩。云一将军的能力，本太子最是信任，由他去营救，怎么不比你去要来的靠谱？云一，你说呢？莫俊义心里咯噔一下，原来他的父王打的是这种主意啊！想的竟然是趁这个机会将云一调走。不可，云一不可离开北疆营。小小年纪你懂什么？云一心系你五叔，找你五叔这种事儿，自然是他去最为合适。父王当真是这么想的？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不相信你自己的父王？你值得。世子，在下的确想亲自带兵回京，亲自去找王爷，只是太子有所不知，我们王爷对在下有令，他离开前命在下不可离开北疆，这是死命令。哪怕在下如今也是心急如焚，可确实不能就此回京。当初阿景下的命令是命令，可如今本太子下的命令就不是命令了吗？你身为云家君，理应以阿景的安危为首。如今北疆不同以往，先前你们与大越国一战后，周边小国谁不记得？这些日子以来，就连那兰国都不敢再有动静。总而言之，这里无论如何短期内都不会发生战争。本太子命你这个时候率兵回京寻阿季，有何不可？如太子所言，在下是云家军，是王爷的亲兵，所以在下也只会听命于王爷，除非王爷有令让在下离开北疆，不然在下就是死也不会离开。云一说的在理，武叔没有命令，他确实不能离开。事关武叔和武婶的安危，事不宜迟，我这就带人回京。世子，王爷和王妃都不会舍得让你去冒这个险，所以在下不能自作主张让你带兵回去。云一，本世子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不堪一击。世子，此事且听在下的，王爷那边在下就安排云三回去。说完，云一便给莫俊义使了个眼神。莫俊义欲言又止，最终也没说什么。太子，在下这就下去安排。说完，他不理会太子如何说，直接匆匆转身离开。云一不想离开是吧？那就别怪本太子啊！安排人在城外埋伏，既然信中交代让他们带着那种武器回京，云三绝对不会空手去，从他身上抢。是。人都要醒了，你还不进来吗？安雪堂此话一出，外面的人愣了愣，而床边的云瑞石也明显一顿。紧接着有人推门而入，是平日里照顾睡美人的一个中年女子。不是让你先带人离开，你怎么还在这儿？主子，奴婢放心不下小姐。老夫就在这儿，你有什么好不放心？立马滚！皇叔确定要放走这个人啊？看来你对美人也不过如此啊，不然怎么可能就这么放过害他变成这样的人呢？安雪堂，你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这话具体是什么意思啊？皇叔不妨直接问问这些年来尽心尽力照顾美人的女人啊，她知道的东西可比我多多了。北郊王妃莫要胡说八道，你
事到如今还不想承认啊？你仗着自己一个人照顾美人最是方便，于是在他每次醒过来的时候都打他的后脑勺，让他后脑勺的淤血久久的不能散去，他就一直醒不过来。你给我闭嘴！污蔑！你这是污蔑！北郊王妃，奴婢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何要这般污蔑奴婢？纵使他现在一直否认，可云瑞石和雪人也，若他的表现他还看不出什么来的话，那他云瑞石可真是白活了这么些年了。他二话不说，掐住了中年妇女的脖子，扭曲的暴喝：说，为何要这么对他？妇女当即喘不上气儿来。皇叔这般掐着他的脖子，你让他怎么出声啊？安雪堂的这番话倒是提醒了云瑞石，当即将妇女甩在了地上。说，主子，他不配。您的身份如此尊贵，就他这种破鞋，一点也不配。中年妇女还没说完，只见他一掌过去，中年妇女当即毙命。此刻，安雪堂走了过去，将芝儿扶了起来。皇叔，子时到了。对呀，子时到了，他该醒了。云瑞石一步步地走过去，可这时安雪堂却突然说道：皇叔，难道你不觉得自己的脸此时此刻有点异常吗？云瑞石明显顿了一下，安雪堂不说还好，可安雪堂这么一提醒，他便感觉到自己的这张脸好像有无数只虫子在啃咬一般。安雪堂，你到底做了什么？也没做什么呀，只不过是在给你的药中加了些许好东西，让你继续恢复先前那副丑面孔罢了。安雪堂，饶是他再生气，安雪堂这个时候也不怕，毕竟美人在手吧。安雪堂不想死，就给老夫放开他。皇叔，你不如先回去把面具戴上，美人可要醒了。你莫不成想让她看见你这副丑样子？打蛇打七寸呢。安雪堂是知道云瑞石的弱点在哪儿的。果不其然，云瑞石听后下意识地看了一眼他的芝儿。巧的是，芝儿这个时候眼睛还微微动了一下，眼看着芝儿就要睁开眼睛了，云瑞石终于抬起了手，用袖子遮住了他这张废了的脸。就在此时，窗外的凤鸣破窗而入，径直向云瑞石出手。云瑞石抵抗，可当他看清凤鸣的脸时，明显是怔愣一番。凤鸣的伤没好，加上他本就不是云瑞石的对手，很快处于下风。皇叔，你若是再动手，可别怪我手中的匕首不长眼睛哦。你敢？你若真觉得我不敢，那便继续动手。说出你的条件。我要你自废武功。师兄，来都来了，都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你还不准备出来见一面吗？事到如今，这云瑞石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凤鸣当时被人亲眼看见死了，可最终还是好好的出现在这儿。果然，在云瑞石出生之后，场面陷入了沉默。紧接着，果然还是老夫低估了你。不过你到底也是低估了老夫，真以为老夫不会给自己留后手是吗？云瑞石刚说完话，屋子外面出现了好些人。这些人的轻功到底有多好？我一直在使用技能听，却一点声音也没听到。他们莫不成都是师弟的分身？还是师兄了解。不过师兄你貌似很想念师父，没关系，今日我便将你送去找他。随着他的怒吼声，这时院子里那些如同鬼影似的人已经冲了进来。这些人中只有一人是真身，其余都是分身，只要把分身杀了，他们自然而然会消失。既然师兄都明白是怎么回事，那自然也很清楚，他们虽是分身，可武功却是和老夫一模一样的吧。
莫云景手中执剑，此时已经到了安雪堂的跟前，将他护在了身后。两人周旋片刻，安雪堂终于发现这个人眉毛上的汗迹，紧接着心中一喜，这应该就是老头所说的真身了吧？猜测到了这一点，安雪堂便卯足了劲儿，不给那人任何反应机会，手中的剑径直刺入了黑衣人的胸口，一刀毙命。果然，如林夕所言，真身死了，那些分身当即消失。见大势已去，云瑞时回头看了一眼芝儿，随即飞身离开。其他人想追，林夕却将他们给拦住了。你们王妃答应过老夫，会留他一命的。林夕勾了勾唇，别有深意地看了一眼芝儿，随即看向莫云景。为了不让自己后悔，这女子依老夫看，北疆王还是要好生照顾着。在众人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林夕已经转身飞走了。你受伤了？无碍，我……不等他说完，安雪堂已经冲到了韩云的身边。韩阁主先服下，等离开这里，我会配一些调理的药给韩阁主煎服。今日韩阁主的恩，我记下了。记下就不必了。王妃真的要感谢在下，不妨让北疆王高抬贵手，放过他。安雪堂眨了眨眼，略有些茫然的眼神看向莫云景。莫云景也不知想起了什么，眸色淡淡的，像是撒了一层灰。不必管他，青云阁的大夫能将他治好。先回家。回家。师兄，为何要帮莫云景？师弟呀，冤冤相报何时了啊？家破人亡的不是你，被迫与挚爱分离的不是你，差点被处死的不是你，为了活下去只能一刀一刀把自己的脸划伤的不是你，为了活下去只能一刀一刀把自己的脸划伤的不是你。师兄，你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思让我不要计较？林夕是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也知道允瑞时做这些都有因果，所以他也没有什么好劝的。师弟，以你现在的能力，你若是想坐上那个位置，有的是能力。如今你还想要什么？若是让敌人就这么死去，岂不是便宜了他？死乃是这世间最轻松之事，人一死便什么都解脱，我岂能让他就这么解脱？我要让他亲眼看着自己的儿子一个一个惨死，自己在乎的一切慢慢消失。师弟呀，既然这是你选择的路，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你心里想必也清楚了。听到云瑞时轻蔑的笑声，林夕并不恼火，他微微眯起了眼，片刻之后猛然出手。王爷，北疆那边有要事。伺候王妃回景堂院。阿景，北疆那边可是有要紧事。我先去看看，累了好些天，你先回房，我稍后就来。好，反正他现在不知道，明日也能知道。再说他有类似千里耳的技能傍身，一会儿偷听便好，也没有必要非要一起跟着。这么想着，安雪堂便安心让莫云景和云寺离开。北疆何事？启禀王爷，3日前属下不明情况，生怕王爷会出事，于是给远在北疆的世子去了信，让他派些人回来营救王爷和王妃。先前给紫菱去的信，他可有回？没有。写封信去北疆，告诉他们这边已无碍，还有交代云一，让他带着云家军撤出北疆营。至于紫菱，让他自己选择，如若他不愿意离开北疆，那就让他继续待在皇兄身边。王爷，万万不可！北疆城是王爷您多年来的心血，若是这时候抽身，那北疆岂不是要彻底落入太子手中？先起来。王爷，请您三思啊！不仅是北疆，
还有王妃拿下的念云城，说是您真让云衣带着人离开北疆，这北疆和念云城，我们恐怕再也回不去了。你以为这北疆是本王不想给他就能不给？当初本王去北疆是皇兄所安排，北疆营中除了云衣和云散，莫要忘了还有几个得力副将，他们追随本王的这些年来看似无欲无求，可仔细一想，他们这些年来深得北疆大军的军心，他们若是重新择主，你说那些北疆大军会如何选？云四这些人跟在莫云景身边也不是一日两日了，有些话也不需要莫云景说得太明白。起来吧，速去写信，让云衣带人撤离，让云家军全部撤去念云城。念云城是安雪堂亲自带兵打下来的，他没有权利就这么把念云城给交出去。北疆城就当是莫云景还了皇兄那些年护他之恩了。说完，他不再说什么，径直离开。阿唐，你快些给我解药，我需要解药。解药我可以给你啊，消息呢？刘兰一愣，很快反应过来安雪堂什么意思。可刘兰终究是一个深宫妇人呐，她又没有人脉，哪里能探听到关于莫云泽的消息呢？关府门吧。说完，安雪堂转身就要回去，刘兰冲过来想要抓住安雪堂的胳膊，康儿岂能让他靠近？就在他扑过来的时候，康儿当即出手。你这贱婢，你可知本宫什么身份？你竟敢对本宫出手！这里是北疆王府，不是后宫。刘贵妃想要教训人，也教训不到我的头上来。除了我，谁敢骂你，你就给我狠狠地打回去，不然你这身功夫便来干什么？是，王妃。听着主仆两个人的对话，刘兰哪还敢骂呀？阿唐，你能不能给我解药？我到底是你的刘贵妃。刘贵妃莫要忘了自己的身份，有些话说出口了之后会引来杀身之祸，到那个时候可就得不偿失了。刘兰心中一惊，硬生生的将话给憋了回去。还是那个条件，现在距离毒发还有一些日子，想要解药，那带着有用的消息来换吧。说完，安雪堂转身往回走，关府门吧。与此同时，某处深山里，宁儿，你告诉我，你对我也是有感觉的，对不对？云六，不想让我们之间的关系越发尴尬，现在便放开我。宁儿，你明明就是在乎我的，对不对？放开我！宁儿，你能不能不要推开我？我会疼，心口这处真的很疼。宁儿此刻想，让他抱一抱的话，他日后就会安安分分的，不再对他动手动脚吗？心里想的借口，也不知是不是为了欺骗自己，但终归宁儿没有再挣扎，就这样任由他抱着。这样的安静让云六又惊又喜，看来他猜的没错，宁儿是在乎自己的。宁儿，你看着我。放开！云六无动于衷，宁儿无奈，他缓了缓，忽然脚下蓄力，猝不及防的抬脚攻击了云六。但云六打从一开始就有所防备，在宁儿攻击上来的时候，他双腿当即夹住了他的腿，这样的姿势让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更加贴近了。宁儿挣脱不开，于是有些生气，抬眼就瞪了上去。可谁知云六非但不在意，还做出了更过分的事儿。他趁宁儿抬起头看他，当即准确无误地擒住了他的唇。放开我！云六，放开！如果不想把我逼回玄堂谷，方才的事情你就当什么也没发生，也不要再提及。还有，我现在只想一个人静一静。阿景，你怎的还不睡啊？你不也是？啊，兄长的伤势很是严重，我放心不下。今晚我就在他房中守着，好不好？有巡逻几人守着？我还是亲自守着放心一些。好，我陪你。今日听我的好不好？你这些天也没有好好的休息，今晚好好睡一觉。明日等兄长彻底脱离了危险，你再守着我，好不好？莫云景凝视他片刻，不知为何，竟然点头答应了。那我去了，阿景，你必须要好好休息，别忘了啊，我能听到你的动静的。好。
安雪堂见他如此听话，心里松了一口气，那种不舒服的感觉越来越强。他赶紧转身离开。关上门的那一刻，莫云锦缓缓地睁开了双眼。房间里的灯虽然已经被灭了，可方才他很明显地看到了安雪堂脸色的苍白，嘴角也在发紫，身体明显是有事儿的。安雪堂离开之后，快速地进入到了凤鸣的房间。安雪堂在关上门的那一瞬间，彻底撑不住了，跌坐在了地上。凤鸣改良的药非常的好，能让他拥有内力，等药效过去之后，也不会陷入昏迷。不过这样的好东西，要说没有副作用，那是假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其他人呢？莫云锦呢？兄长，是我不想让任何人看到我这个模样，本来也不想让你看见的，谁知道你竟然这个时候醒过来了，是我失算了。安雪堂，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敢说这话？好了好了，我不说就是了嘛。那些药你必须全部交出来，日后没有为兄和莫云锦的同意，你休想再碰那些药。日后没有为兄和莫云锦的同意，你休想再碰那些药。安雪堂就像是一只异常乖巧的小猫，连连点头。安雪堂很虚弱，也不知凤鸣是不是扎了他的睡穴，安雪堂只觉得越来越困，渐渐的就睡了过去。进来吧。话落，莫云锦推门而入。很严重。他这几日服用了2次，这药被他改后对身体伤害很大。幸好这丫头知道事先服用了些调理内里的补药，所以才能撑到现在。多久能恢复？明日我再给他运功疗伤，他那些补药效果不错，吃上1、2日差不多就能恢复了。那女人你带回来了，那人定会回来找，你可有什么想法？回来最好。你有安排便好。次日，那女人留在王府，若是云瑞石没有死，王府将会一日不安宁。所以阿景去找云瑞石了。云瑞石武功高强，他一个人怎么……放心，他不是冲动之人，是暗卫发现了云瑞石和先前那老头，他们好像连着打了几天几夜，他们2人之间估计必有一死。回来了，阿景回来了。果不其然，安雪堂还没有跑到门口，就看到莫云锦脚步略快地赶了过来，跟在他身后的11的背上还背了一个人，是那个老头。他呢？他受了重伤，想办法救他。好，老头，你先前不是很有能耐吗？怎能给自己搞成这副模样？我以为丫头你恨不得我死了呢，怎的现在知道老夫的命保不住了，你就露出了这副悲伤的模样，害得老夫我还以为你这是关心老夫呢。都什么时候了，亏得这老头还能说出这样的玩笑来。丫头，你体内的蛊虫是什么时候埋进去的？阁下，您是不是有办法解了这蛊毒？老夫不会解蛊毒，方才老夫给丫头把脉，不过就是想看看她骨骼到底如何，想着临死前把老夫的这身功力传给她，只可惜丫头的体质并不合适，再加上她体内有蛊虫，老夫若是贸然把内力传输给她，恐怕会给她带来性命之危呀。林夕脸色苍白，看到他们3人这个表情，他挑了挑眉。怎么，就允许你们喜欢这丫头，我就不能喜欢？林夕知道他的身体撑不了多久了，他偏头看向了莫云锦。先前答应了丫头要给你医治，如今趁着老夫还有一口气，你过来。阁下还是先医治自己，本王的身体。莫要废话，老夫的身体老夫清楚得很，最多1刻钟，老夫的身体最多再撑1刻钟，还不快过来？阿景，让老头给你看看吧。
确实是答应过我的。莫云锦其实不想要一个将死之人为他做什么，可老头说的话让他没有办法拒绝。林夕让莫云锦伸出了手，他给莫云锦把了脉之后，忽而眉头一挑，眼底的惊艳一闪而过。哎呀，看来丫头把你照顾得很好，你竟能恢复成这般。莫云锦见林夕把完脉，想要抽回手，可谁知老头突然变了脸色，运起功来，以手渡气进入他的体内。阁下，万万不可！莫云锦想要用力抽回来，可林夕哪能让他挣脱呀？不想与老夫同归于尽，那便安分些。老头你闭嘴！老夫已经开始，一旦停下来，你莫不成是想随老夫一同去那黄泉路啊？兄长，老头在对阿景做什么？莫要担心，这老头在把他自身的功力传给你家夫君。安雪堂听后怔愣了片刻，过了好一会儿，林夕收回手之后，终于撑不住了，眼睛一闭，差点摔倒。老头，你还好吗？这话问出来，安雪堂恨不得打自己一巴掌。他都快死了，还问好不好？丫头，虽然不能把老夫的毕生功力传给你，不过眼下给你夫君传过去，他拥有也算是你拥有了，所以啊，你罢了，就当老夫什么也没说过。老头，你可不是这么扭扭捏捏的性子，你到底想说什么？说了便是。丫头，你要不要认老夫为师傅啊？是本王受了阁下的恩，这拜师自然是让本王来。不要你！老头，你就是不知好歹。罢了，本妃才不愿让我家北疆王拜你为师呢。说完，安雪堂就将莫云锦给拉了起来，可下一瞬，他竟然自己跪了下来。师傅，请受徒儿一拜。好，甚好。你已经是我的师傅了，师傅有什么需要徒儿做的，徒儿定会倾尽全力。徒儿，师傅有一事相求。师傅请说。师傅死后，将师傅的骨灰保存好，然后带去城东那几座中，找何家人的墓，将师傅与何家人葬在一起。好。丫头，原谅师傅的自私。师傅这一生无妻无子，为师怕自己死后找不到家，所以这才擅自做主让你拜师。作为师傅，什么也帮不上你，现如今还要你替为师料理身后事，你可会怪罪于师傅？不会，师傅，你已经帮了徒儿最大的忙。北疆王就是徒儿的命，您将毕生功力传与他，便是对徒儿最大的恩惠了。啊，那便好。还有一事，那个芝儿，你们莫要伤害。云瑞时他身受重伤，落入了万丈悬崖，想来也活不成了。日后为了不让自己后悔，你们莫要杀了那芝儿。强撑着一口气说完，林夕嘴角勾起了浅笑，然后缓缓地闭上了双眼。林夕死了，既然安雪堂已经认了他为师傅，那他的身后事他自然要亲自处理。王妃，芝儿姑娘是不是怎么了？是双双的错，是双双没有照顾好她。她没事，你照顾得非常好。可为什么芝儿姑娘还没有醒？
他原本就已经睡了10余年了，现在我还没有找到彻底医治他的药物，他醒不过来也不会是你的错。听到安雪堂这么说，双双这才稍稍松了口气。双双，你为何会这么在意芝儿姑娘？回王妃，也不知为何，双双第一眼见到这芝儿姑娘就觉得她很舒服，双双忍不住想要亲近她。安雪堂眉头微挑，他看了一眼双双的五官，又扭头看了一眼芝儿的五官，一点都不像啊。还是没找到。属下无能，还请王爷降罪。那日我等离开北疆后遭遇多次埋伏，那帮人显然就是想从我们身上找东西，幸好我等后来兵分几路，加之寻常谷的弟兄及时出现并帮助，我等才得以脱身。后来接到京城的来信，得知王爷您没事后，我等便赶回北疆。只是还不等我们回到北疆，北疆营中便有消息传出来，说是有神秘人闯入营中，大哥被刺杀后不知所踪，如今营中人人都在传大哥已死。还有我等也被传出叛了北疆，如今成了北疆通缉犯人。可有见到世子？回王爷，我等重新潜入营中时，是世子让那些老虎伤了我等。世子说如今的北疆已不是云家军能随意出入的地方。王爷，北疆大军显然已经选择了太子，可世子他到底是您抚养大，他怎么……世子不是3岁小儿，他这么选自有他的道理。关于世子之事，莫要在王妃跟前胡言乱语。是。云三，属下在。你们兵分2路，一方速速赶往念云城，一方继续寻云一。云一受重伤，应该还在北疆。回北疆后，将本王的信亲手交给世子。是，属下听命。王爷，殿下有信给你。莫云锦将信拿过来之后，直接打开。果然，莫云晨在信中就对他坦白了一切。不过在莫云晨心里，他并不觉得他这些年所谋划的这些是算计了莫云锦，他不过就是为了护他们兄弟俩周全。莫云晨能够厚颜无耻地说出这番话来，但江清扬并不能这般坦荡地面对莫云锦。告诉他，这是他自己选的路，本王对此没话说，但故意挑起战争，为了那个位置，不顾百姓死活，非明君所为。见莫云锦要走，江清扬忽而说了一句：北疆王，多谢。莫云锦刚出来，就察觉到有人跟着他，他没有着急回王府，往某处隐蔽的胡同去了。北疆王，这是有话跟我说。蛊毒，你想什么时候解？白风知道，今日的他和白寒根本就不是莫云锦的对手，他向莫云锦那头撒了毒粉，紧接着便带着白寒离开了。你不该现在就暴露自己的实力。你觉得他会乖乖让本王抓住？他这种人，宁愿死也会拉个垫背的。可你今日也暴露了自己的实力，着实是有些不合适。本王今日重伤他们，是要让他们记得，接下来一段日子，他们自然不会有闲心过来找麻烦。你说的那种解蛊方式，需要一定的时间，不是吗？莫云锦，本座能陪着他的日子不多了。怎么回事？本座相信你这辈子能保护好阿唐，你莫要让本座失望。你的身体当真要瞒着他？不让阿唐知道，仅仅是不想给他负担，也不想他为了救本座而去想破了脑袋。本座的身体本座很清楚，无药可医，你不必用这样的眼神看本座。生死由命，无论发生了什么，这都是本座的命。村长，我是你妹子吧？你在这世间唯一的亲人。毋庸置疑啊。好，那我问你，为何要瞒着我关于你的病情呢？阿唐觉得为兄有什么病情啊？
我都知道了，你莫要再骗我。要不阿唐你自己好好替为兄诊断一下？哼，你明知道我什么也诊不出来的。既然诊不出来，你怎么能确定为兄身体有问题？阿唐，为兄是真的没事，不过你夫君的身子可就说不准了。阿景，你怎么了？莫要听你兄长胡言乱语，我没事。哼，怎么可能没事？你身体若是没事，我家阿唐跟你成婚也有些日子了，这肚子怎的还没有一点动静？安雪堂的脸噌的一下就红得不行了。为兄今晚就不过来跟你们一起吃了，那韩云也不知从哪儿整来了一坛上等的桃花酿，为兄今晚要过去蹭吃蹭喝。兄长，咱们北疆王府并不缺银子，要不咱别去了。恐怕为兄不去不行啊。啊？显然安雪堂并不明白凤鸣话里的含义，凤鸣也没有解释，这会儿给安雪堂一个自求多福的眼神儿，就转身离开了。阿景，我怎的觉得兄长今日怪怪的，你觉得呢？莫云景突然将安雪堂抱了起来。阿景，你这突然是怎么了？莫云景却没有说话，而是径直将安雪堂抱进了屋里，将她放到了床上。莫云景呼吸一滞，下一瞬没等安雪堂反应过来，他突然翻身，瞬间掌握了主动权。安雪堂心一紧，呼吸有些凌乱。阿晴，王爷，你怎么才来？怎么了？想本王了？很想。刘兰的脸微微发红，点了点头。莫云泽就喜欢他这娇羞的模样。本来呢，找刘兰是有正事儿的，但眼下看他这副模样，他便再也忍不住了，直接就将刘兰给扑倒了。行了鱼水之欢，拨云撩雨，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房间内的声音才渐渐的停止。事后，刘兰趴在莫云泽的胸膛，微微喘息。你最近能不能想办法去北疆王府住下？为何？本王有件事情要交给你。莫云泽看着刘兰抗拒的表情，双眸微微眯起。怎么，给本王办事你不愿意？我不是不愿意，只是……行了，这件事情只有你能去办，你拒绝不了。可是……没有可是，如今莫云景已经知道了你我的关系，你若不想死，那就只能让他死。本王自然知道你没有那个能力杀了莫云景，你只要能住进北疆王府，本王手中有的是能瞬间让人毙命的毒药，你只需要动动脑子，在莫云景吃的食物或者喝的水中做手脚，还怕毒他吗？还不等他拒绝，莫云泽便用力地捏住了他的下巴。这件事你必须去做，不然你我只有死路一条。父王那边态度不明确，如今莫云晨还逃去了北疆，迟早有一日他定会反。北疆大军实力不容小觑，真到了那一天，父王能不能挺过去还真不一定。罢了，跟你说这些你也不懂，但是有一件事你必须要明白，不管你以前什么身份，你现在都成了父王的贵妃，一旦让莫云晨或者莫云景上位，到时候先帝的后宫可都是要被处死的。刘兰别的听不懂，但一提到死，他的心瞬间就提到了嗓子眼儿。你我现在绑在一起，若是最后的胜者是本王，无论如何，本王都会保你一命，并许你一世荣华富贵。王爷这意思是，哪怕不久后变天，我现在所拥有的一切也不会变，是吗？自然，甚至你的日子还要比现在还好。毕竟本王对你有爱。好，我答应你。阿景，昨日倒是忘了问你，最近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啊？为何这么问？有没有人跟你说过你的王妃很聪明啊？是很聪明。府中的暗卫少了许多，他们去哪儿了？
找云六和宁儿，你不是希望早日将他们找回来？除了寻找云六和宁儿，还有呢？真没了。安雪堂见他没有撒谎的模样，眉头皱了皱，可还是觉得莫云锦有事儿瞒着他。王妃，你救救宁儿！王妃，请您救救宁儿啊！看到宁儿和云六两个人浑身都是血，他忍不住揪心，快将他抱进来。看到安雪堂让寿儿和康儿收拾东西，云六就知道安雪堂给宁儿的治疗结束了。王妃，宁儿她怎么样了？目前还没有脱离危险，今日我亲自守着，只要能够安全度过今日，那就没事了。云六，你身上可有什么不舒服的？没有，多谢王妃关心。好，既然如此，你先回去好好养伤。王妃，属下想守在这里，等宁儿醒过来。你不能在这里，你这样会影响宁儿的休息。看着云六那双眼睛暗淡无光，安雪堂微不可察地叹了一口气。11，带云六回去休息。话落，11便出现在了门口。六哥，你还是出来吧。云六深深地看了一眼手术床上躺着的宁儿，他面色苍白的可怕。见他这样，自己的整颗心都是揪起来的。他最终还是在11和云四的搀扶下出去了。你想娶宁儿？回王爷，是，属下心悦宁儿，这辈子非他不娶。你能不能娶，这件事要看凤鸣。莫云锦给了一个提示之后，便转身离开了。云六茫然地摸了摸后脑勺。王爷这是在给你出主意啊？你怎么就看不出来啊？宁儿他们几个名义上是王妃的人，但他们其实更听凤公子的命令。凤公子貌似并不想让他们几个成亲，所以你没看出来，宁儿一直不把你放在眼里。先前云六一直不明白为何宁儿要这样，如今他也算是明白了。此事不可急，先把身体养好，接下来我们还有一场硬战要打。这里有我守着，你们先回去歇一歇吧。王妃，万万不可！你们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寿儿，你来说。王妃，按理说您今日应该在床上躺着，或者是特意做些倒立的动作，是最有利于受孕的。偏生今日出了宁儿这事儿，您已经站着给她治疗许久，现如今倒是不应该再继续站着了，不然昨晚王爷的努力岂不是要白费了？你们这两个丫头，胡乱说些什么呢？说完，他羞得转身就要走，可没走2步，他也不知想起什么，忽而转身，等等，谁说要怀孩子的？难道不是？怎么回事啊？你们为何会这样想？王妃，您难道没发现今日王爷没有让您喝避子汤？经过寿儿这么一提醒，安雪堂算是反应过来了。他指了指手术床上的宁儿，你们好好照顾宁儿，有什么问题一定要及时告诉我，尤其是她若是出现身体发烫的情况，你们要及时的告知于我。是。阿唐怎么过来了？兄长可有见过阿景？他没有在书房吗？为兄方才看见11过来找他，我还以为他们去书房谈事了。安雪堂站在原地，思绪飞远了。他突然想起，近些日子来，他好像很少能够偷听到莫云锦和云四的谈话。先前他没有怎么在乎，今日突然想起，越发觉得不对劲。怎么了这是？没什么，兄长，你继续忙你的，我去找莫云锦。凤鸣一顿，听安雪堂直呼了莫云锦的全名，他要是还有这个闲心在这儿捣鼓这些药材，那就怪了。安雪堂说完也不管凤鸣了，转身就离开，他要去找莫云锦。安雪堂没有听到任何声音，但一直利用自己的技能听着府中的动静。走着走着，终于让他听到了猫腻儿。安雪堂听到一个下人说要往南院去送茶水。南院啊，身为北疆王府的王妃自然知道那是什么地方，
那是距离景堂院最远的一个院子了，平日里都没有人住的。下人要去送茶，那就说明有人在那儿啊。稍微一想，便能猜出是莫云景他们。果不其然，安雪堂一直往南走，便听到了莫云景和十一以及云四的声音。属下得到的消息没有出错，确实是世子，让老虎伤了三哥等人。十一，不可乱说。四哥，来信的人值得信任，据他说，是太子让世子做的。全力找到云一，传本王命令，云家军从今日起不可再过问北疆之事。王爷，您当真要？十一，这是命令，关于世子的事，谁也不许在王妃跟前嚼舌根。阿景是怕本妃知道什么吗？莫云景身形一顿，没一会儿，安雪堂和凤鸣便走了过来。安雪堂一眼看到莫云景，不过他的目光却没有在他的身上停留过多。只见安雪堂很快打量起这间屋子，看样子他们也不是第一次来这个屋子议事了。云四啊，这个书房布置的过于简单了些，而且呢，这个布置风格并不是你们王爷喜欢的。今日你便安排下去，让人好好布置一番，莫要委屈了你们王爷。云四，听到本妃说的话了吗？王妃，其实事情不是您想的那般，王爷他……云四，事情到底是哪般？本妃有耳朵也有眼睛，不需要你来解释。本妃听得见，也看得见。王妃，属下有要事相禀。十一的话瞬间让莫云景回过神来，他双眸一沉，冷冷说道：云四，带下去，军法处置。十一，你继续说，本妃倒是要看看你们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十一不敢耽搁，立即的抓紧时间，把事情一五一十的交代出来。莫云景，你明知道子玲这孩子，我一直把她当成自己的孩子去看待，她出了事儿，你竟然只想瞒着我。我一直以为你我之间早就不分你我了，可你总是事事都要瞒着我，打着为我好的名义，干着会让我生气的事儿，失望的事儿。莫云景，你可真是够让人失望的。堂堂，你别说话，不管怎么说，该做的不该做的你都做了，我很生气。说完，安雪堂看向了十一和云四，世子的事情你们先莫要着急，他为人如何别人可以不清楚，但你们不能不相信他，毕竟他是你们看着长大的，他的性子也随了你们王爷，我并不觉得他会做出错误的选择，他如今这般做法想来是有自己的考量，在事情没有彻底弄清楚之前，你们莫要着急。是。安雪堂对两个人微微颔首，然后转身就离开。兄长，咱们走。他一个眼神都不给一旁的莫云景，就这么率先的走了出去，那背影潇洒的很呢。阿唐可是生气了。兄长，你为何也要瞒着我？其实为兄与你家北疆王的想法是一致的，有些事让你知道了，只是在徒增你的烦恼。怎么会呢？我们都是一家人，一家人在一起不能只共享福不共患难吧？你们事事瞒着我，这样的行为真的很不好。所以阿唐，你觉得我们就算告诉了你，然后呢？你看你现在不也是知道了？你现在能做什么？说实话，这一次为兄站在莫云景这边。听了凤鸣的话，安雪堂立马瞪他一眼。阿唐，你先听为兄说，莫云景虽说有事瞒着你，这事确实是他不对，可他的心意到底是好的。兄长，这就是你跟他同流合污的借口？北疆发生易主这么大的事儿，寻汤谷的人不可能不知道吧？可你一直都不给我透露任何消息，兄长，你与那莫云景有何区别呀？哼，还是有些不一样的。毕竟无论如何，为兄都不会害了你，会永远站在你这边。凤公子这话是什么意思？本王莫不成存了害堂堂的心思？凤公子这话是什么意思？本王莫不成存了害堂堂的心思？北疆王与其有时间跟本座抠字眼儿，不如好好想想如何做才能让我家阿唐消气。
这就不劳凤公子操心了。今日北疆王可是害得我家阿唐生了气，按理说今日本座就可带他走。你试试。试试就试试。坐在他身旁的安雪堂可吓了一跳，眼看这两个人就要打起来了，他噌的一下站了起来。哎，莫云景，你还欠我个解释呢，你给我进来，若是不解释清楚了，我今日就让你去那南院住下。阿唐，等为兄解决完了为兄的事情，你再跟他要解释。兄长，我这性子急得很呢，哪能等啊？你先回房间休息休息，不用等我们出来了哈。说完这话，安雪堂和莫云景已经进了房间，不给凤鸣阻止他的机会，安雪堂就已经将房门给关上了。莫云景的嘴角勾起了一抹得逞的笑意。安雪堂不知道的是，方才那一切不过是他和凤鸣两个人演的戏罢了。糖糖，对不起。你这是想做什么？糖糖可愿意原谅我？你还知道自己错了呀？我还以为北疆王敢做就敢说自己没有错呢。自然是错了，紫菱不是忘恩负义之人，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不说我也知道。说完这句话，安雪堂不知想起了什么，冷哼一声。紫菱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可那莫云晨呢？他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皇兄想要那个位置，我不管他想做什么位置，可他这样算计你，背叛你就是不行。还有紫菱，若不是他逼迫紫菱不可能会做出伤害了云三他们的事儿。这件事我会解决，紫菱那边你们要担心。我们能把紫菱接到这儿来吗？我怕莫云晨会为了那个位置伤害到紫菱。把莫君逸接到身边来这件事，莫云景自然是考虑过的。怎么？是不是紫菱那边有什么变故？他不愿意进京找我们。先前已经找人跟他谈过这个问题，但他不愿意离开北疆。他这边留在北疆，怕不是为了替莫云景保住北疆吧？不必担心，他会保护好自己。再说，他身边还有你留给他的10几只老虎，就算出了什么事，也能护住他。要不我多派几个寻汤谷的高手去到紫菱身边，这样也能放心一些。不必，皇兄并不傻，若是让他发现紫菱身边有我们的人护着，皇兄定会怀疑紫菱的心思，这样一来，反而让他不好做。那我给紫菱写封信，跟他一起演这出戏。好，你想怎么做都行。现在知道讲这种话了，先前怎么竟想着瞒着我了？见他又要算账，莫云景轻笑一声，随即将安雪堂打横抱起，往床那边去了。对了，阿景，你是不是想要小孩啊？阿景，你是不是想要小孩啊？为何这么问？今日你没有让我喝碧子汤。我想顺其自然。是吗？可是你先前不是……莫云景丝毫不给安雪堂说完的机会，低头直接擒住了他的红唇。今日我父王那边可有什么动静？太子殿下今日一直在议事营中，这期间他身边的手下叫了不少人进去，也不知道里头到底发生了什么。后来那些人中有几个被拉出去杖毙了。可知被杖毙之人都有谁？知道。你想办法记下，把名单藏起来，日后我会找你要这份名单。是，属下明白。世子，殿下让您准备一下，去他营中与他一起用膳。殿下还让您带上那10几只老虎。知道了。莫君逸伸手抚了抚他们的脑袋。今日我们有一场硬仗要打，希望我们都能挺过去。若是挺不过去，你们记得别管我，定要保证自己的安全。紫菱，你手中有这么多老虎，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将它们分一半给父王啊？父王有所不知，这些老虎都是有灵性的，他们认主，而且不会轻易改变。父王想要他们未必会乖乖听话。紫菱，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这是不愿意把这些畜生送给自己的父王？父王，您有所不知，这些老虎并非儿臣说送就能送。若是他们看出来儿臣要将他们送人，儿臣不仅再也得不到他们的庇护，恐怕还会成为他们的敌人。紫菱，
并非父王不相信你，只是你空口说的实在太让人难以信服。不过你既然能说出这些话了，想来也是有办法证明的，是吗？莫君义就知道今日这关不好过。怎么，父王提的这个要求很让你为难？父王，儿臣有一事相求。说。父王既然要让儿臣证明，可这毕竟事关父王与儿臣的安危，所以儿臣斗胆向父亲提个请求。先说来听听。儿臣唯一能证明的方式，就是现在将这些老虎分给父王一半，可分出去后，他们到时候连儿臣的话也不听了，要是不小心伤了人，父王可不许赐死他们。若是父王答应，儿臣现在就可实施计划。好，父王答应你。莫君义也不再拖延时间，他走到老虎的跟前，然后比划了几个手势，将其中一部分分了出来，然后亲手将他们往莫云晨那头推了推。莫云晨饶有兴致地看着莫君义的行为，双眸带着隐隐的笑意。可莫云晨这笑意并不能维持多久，他们的咆哮声非常的恐怖，这个样子好像随时都要作战了。莫云晨显然是被吓到了。来人，快来人，将这些畜生全部绞杀！父王，方才您答应过儿臣的。司令，他们这般危险，留下来受伤的只会是我们。父王，他们之所以会变成这样，完全是因为我想要抛弃他们。只要我没有这个念头，他们不会伤害儿臣。请父王履行方才的承诺，莫要伤害了他们。若是我不愿意呢？眼看莫云晨就是不肯放过这些老虎，莫君义手中的匕首突然架在了自己的脖子上。莫君义，你这是要拿自己的性命来威胁我？父王，儿臣不敢。这就是你说的不敢？你这些坏毛病全是跟安雪堂那女人学的，对吗？我就知道那女人能教你点什么好，原来竟然教你做这等卑鄙下流之事啊！父王，无论如何这些老虎都不能死，他们不仅能护着儿臣，还能对付敌人，如此好的帮手，父王为何非要处死？哼，他们就如同一把刀，刀柄在我手中才可能成为得力帮手，可若是刀口对准我，那他们就是一把利刃，将会将我伤得遍体鳞伤。可是他们只听儿臣的话，父王是不相信儿臣，还是父王觉得儿臣会让他们对您下手？哼，你今日说什么也没用，他们必须死。父王，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您这般惧怕他们？你到底是怕他们，还是怕皇叔和皇婶？不得不说，莫君义这话问的完全问到了莫云晨的逆鳞呐。莫君义，是不是真的以为我不敢动你？儿臣不敢，但儿臣敢保证，这些老虎绝不会反过来害了父王，而且他们只听命于儿臣。日后若是父王真的和皇婶起了冲突，儿臣定会让他们护着父王。儿臣只求父王放过他们。莫云晨看了一旁的老虎，他们此刻已经安静下来，并没有要攻击人的姿势了。只是莫君义好像也不是闹着玩的，若是因为这些畜生而失去了一个儿子，这笔买卖显然也不合算。罢了，都退出去。多谢父王。对了，阿景，云瑞石死后，宫中是不是已经没事了？堂堂可还记得秦俊臣这么个人？记得啊，难道皇宫所发生的事情也有他的手笔？秦夫人当年在宫中安插了几个眼线，这次彻查皇宫，牵扯出了这几个人。然后呢？那秦夫人都死了，她也做不了什么，自是也下不了命令的。这些日子是秦俊臣在跟他们联系。秦俊臣联系上了宫中的那些人，到底是想做什么？他让人做了不少事，为了你。看来我们住在临水村时，堂堂你趁着为父行动不便，没少在外面勾三搭四。莫云景看着他难得炸毛的样子，莫云景轻笑一声。堂堂这般是恼羞成怒。安雪堂只觉得他有点心肌梗塞了。想不想听那秦俊臣都做了些什么？他做了什么？他联系上宫中那些人，让他们关注你的动向。
知道你进京后不得皇帝喜欢，他便让那些人冒着生命危险，给皇帝的膳食下了巴豆。巴豆不能被银针试出来，皇帝最终还是食用了被下了巴豆的膳食，最终结果可想而知，皇帝呀，腹泻不止。然后呢，你和大理寺的大人就找出了给皇帝膳食里下了巴豆的人，逼供出了秦俊臣。那皇帝知道是谁害了他，可有派人去找秦俊臣？5日前已经派人去了，不过今日我收到消息，秦府人去楼空。看来这秦俊臣早有准备。那为何说是因为我啊？我与那秦俊臣可没有熟悉到他能为我打抱不平的地步。或许他只不过想找个借口罢了。哼，那你还说我勾三搭四的？给皇帝下巴豆是他秦俊臣的所为，那个宫女的死呢，又会是谁的手笔？莫云人，宫中是不是还有别的事儿发生啊？昨日有人在父王的膳食放了耗子的毛。那皇帝现在是不是都没有胃口进食了？恐怕现在的他呀，一看到膳食就有心理阴影了。从那日到现在，他只喝过汤水。放心，等他饿得不行的时候，自然会克服心里的障碍进食的。毕竟啊，他如此惜命。这次的幕后之人，你们并无头绪是吗？先前我们以为是云瑞石的人对皇帝下的手，现如今云瑞石已经死去，可皇帝身边依旧还有这样的危险，所以到底会是谁呢？这人能做这么多的事儿，肯定是在宫中安插了不少人。这种情况下，这人明明可以直接杀了皇帝，他又不杀，用这样的方式来折磨他，到底是想干什么呢？这些谜团，安雪堂怎么也想不通。种种迹象表明，想要对付皇帝的人有好几波，他们的目的又不相同。如今的事情是让人越来越头大了。宁儿，你好好休息，你们谷主应该快回来了，我就先走了。为何本座回来，你便要走啊？听到了这个声音，宁儿和云六两个人瞬间身体僵硬。宁儿，你可有什么话需要解释？谷主，宁儿知错。宁儿，你做错了什么？宁儿和凤鸣都没有说话。就在此时，安雪堂的声音突然焦急地出现在了院子里。云六，是不是宁儿有什么事儿啊？让你送个药而已，需要半刻钟吗？我进这里根本没有半刻钟。王妃这是想干什么？她这么一说，这凤公子岂不是更要误会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宁儿，你身上的伤还没有好，怎么就这般跪在了地上？王妃，是宁儿犯了错，宁儿愿意受罚。犯错？你这身上还有伤呢，这些日子都没有出门，能犯什么错啊？怎么回事啊，云六？是不是你做了什么？我不过是让你过来给宁儿送个药，你是不是惹事儿了？对云六说这话时，安雪堂在凤鸣看不见的角度给云六使了一个眼色。王妃，属下其实没觉得自己闯什么祸呀，属下就是想告诉宁儿，自己心悦她。先前找媒婆过来提亲，她也不肯。这些日子以来，她又对属下这般冷漠，属下就是想知道为什么，所以就在这里多问了几句。所以你纠缠宁儿了？王妃这话说的可能有些欠妥，属下这怎么能算是纠缠呢？是，你不算纠缠，你就是死皮赖脸。云六，感情的事情不可勉强。宁儿既然不想跟你聊这个话题，你莫要再继续纠缠，不然你们两个日后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到时候不尴尬吗？王妃，您不是跟属下说了吗？男人追女孩子就得死缠烂打。总之属下是不会放弃的。既然今日宁儿没有回应，那属下就改日再问。属下相信总有一天宁儿定会被属下的诚意所感动的。在场三人皆无语地看着他。云六这话可就有些耍无赖的意思了。宁儿，今日你不答应没关系，或许是我的优秀你还没有看出来，那我这些日子再好好努力努力，迟早有一日能感动你的。云六说完，大摇大摆地离开了。宁儿全程面无表情，就好像云六无论说什么话都跟他无关似的。
这云六相处了这么些日子，我怎不知他原来这般无赖。宁儿，虽说你不愿意嫁给云六，不过我有句话还是要对你说的。云六这个人呢，你别看他平日里表现的吊儿郎当的，人品还是不错的。若是你能跟他在一起，我呢也能安心一些。阿唐，你这是要抢媒婆的生意啊？兄长，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宁儿是我的人，我只是希望他能找到靠谱的，能真心对他好的人。不然你以为我愿意当媒婆？既然不想当媒婆，那就莫要管这些闲事。她们4个丫头不适合成婚。兄长，饶是这皇宫中的宫女也有机会出去嫁人的，没道理我身边的4个丫头不能成婚。阿唐，这件事你不要插手，夜已深，你先回去休息。凤鸣想要将她支走，然后好好责罚宁儿。安雪堂自然是不会离开的。兄长，你当初自己说的福寿康宁4个丫头归我管，如今他们无论做什么事儿都与我有关，你竟然说不让我多管闲事儿。哎，兄长，你这是逼我把他们还给你啊？为兄不是这个意思。那你什么意思呀？既然你把他们给了我，我就应该对他们的事儿负责，这其中就包括他们的婚事。如果兄长你非要插手，那我就把他们还给你。以后啊，他们也不必跟在我身边了。阿唐，不要跟为兄置气，为兄这么做完全是为了你的安全考虑。笑话，他们几个又不是要干什么去，不过就是成个婚罢了。他们早已经到了出嫁的年龄，他们有获得幸福的资格。阿唐，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哈？这件事我左思右想，怎么也想不通。他们几个不过是出嫁而已，对我能有什么影响？他们也不是成了婚后就不跟在我身边了，到底有什么可复杂的？王妃，要不要出嫁这件事与谷主无关，是宁儿自己的意思。宁儿这辈子都不会嫁人，还有福儿、寿儿、康儿，他们也不会嫁人。奴婢4人誓死追随王妃。奴婢4人誓死追随王妃。宁儿坚定的态度和语气让凤鸣紧锁的眉头微微松了松。罢了，为兄不管，你莫要生气呀。今日你们2个好好照顾宁儿，不必去景堂院守着了。你们王爷已经回来了，有他跟我在一起，我不会出事的。寿儿和康儿2个人一听，下意识的看向了凤鸣。寿儿、康儿，方才我已经说的够明白了啊，你们是我的人，兄长既然已经把你们送给了我，我下的命令，你们还需要看兄长的脸色行事吗？奴婢知错。凤鸣知道安雪堂这些话就是为了敲打他。看来为兄不应该多管闲事。也罢也罢，为兄这就不招人烦了。你确实不应该多管闲事。阿景，你怎么来了？我接你回去休息，夜深了。好了好了，反正这事儿呢就这么解决了。兄长啊，你也一起回去休息吧。阿景，你会反对云六娶妻生子吗？不会。我也觉得他们娶妻生子没什么。还有宁儿他们几个，他们的年龄其实都比我大，也早就到了出嫁的年纪。他们嫁给云家军，我还更乐意呢，毕竟这样他们就不用离开我身边了。可是兄长死活都不愿意，这又是为何呢？明明他对宁儿他们几个也挺好的，没道理不同意啊。世事难料，这件事我们交给云六和宁儿，莫要插手。安雪堂，她竟然怀孕了，她竟然怀了莫云锦的孩子。莫云锦，我就不该留着你的命。师父，我要变强，无论什么手段都可以，哪怕会让你损失10年的寿命也行。行，既然已经做了决定，那便开始吧。多谢师父。宁儿王妃有何交代？宁儿，你实话跟我说，你这几日到底怎么了？我怎么总觉得你有些心不在焉的？王妃，宁儿想要出趟府。宁儿，我知道你做事向来稳妥，不过我还是要问个缘由。王妃，
有些事情宁儿还不是很确定，等此次宁儿确定了，定会向王妃禀明。好，那你去吧。要不要让寿儿跟着你？不必，1个时辰宁儿便能回来。好，万事小心。多谢王妃。到底你还是找过来了？多久了？宁儿，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可不可以当自己不知道？多久了？没几日。当初你离开不到10日，我就在京中见到了你的身影。确实如此，我这些10日一直在京中。为何？宁儿，你现在是把我当成一个背叛者来审问是吗？到底为何？宁儿，你可知我们4个一生的使命是什么？保护王妃。没错，是不顾一切的保护王妃。可我们做到了吗？情人果还在1日，王妃的性命就会被威胁1日，这你应该很清楚。所以你想告诉我，你偷偷回京是为了王妃的蛊毒？没错，这些日子我也没闲着，我已经大致知道了白光的老窝，过几日等我准备好，便闯进去一探究竟。你想一个人闯进去？那可是白光宫的老窝。我一个人行动更方便些。不行，白光宫的人警惕性很强，你一个人闯进去岂不是送死？我的轻功你还不了解，独来独往没问题。再说那地方我还不确定到底是不是他们的老窝，万一不是呢？如果此时告诉其他人，让他们跟着我白忙活一场，岂不是很无奈？那你也不能一个人闯进去。既然这事是为了王妃，你现在跟我回王府，把这件事向谷主和北疆王禀明，具体要怎么做，由他们来安排。你现在跟我回王府，把这件事向谷主和北疆王禀明，具体要怎么做，由他们来安排。宁儿，我求你了，这件事不能让谷主知道，千万不能让谷主知道。你这又是为何？福儿，你可知谷主最讨厌擅自行动之人？你当真要这样？我当然知道，可宁儿，当初是谷主下令让我回国，若是让他知道我如此不安分，你觉得他会放过我吗？所以千万不能让他知道。我可以不跟任何人说，不过我要跟你一起行动。好，过几日我要出发前叫上你。好。宁儿当即转身离开，直到确认宁儿真的走了，福儿脸色一沉。宁儿，是你自己凑上来的，若是你能当没看见我多好，可惜你这般非要跟着我，着实让我为难。如果你执意要跟着，那我便只能先解决你了。庄园里的一切可好？有没有人去查？回王妃，年月王爷入京前就已经有好几拨人去查，不过属下做了些障眼法，他们并没有查出具体的情况。那便好。安雪堂的手放在桌子上轻轻敲了敲，脑海里想着后续的事情。樱华，你收集的粮草是不是已经有一部分送到了北疆了？是，北疆城中的粮仓几乎都是满的。王妃先前带兵去攻打大越国前，属下就已经把北疆的各处粮仓存满，只是王妃仅仅用了1夜就攻下大越国，属下所存下的粮食还没动过。北疆城中粮仓的隐蔽性如何？被莫云晨发现的几率有多大？北疆城中的粮仓只有级别高的云家军才知道，而且隐蔽性很好，一般情况下不可能会被发现。如今北疆营中统只有世子知道，只要世子不说，太子想要发现有些难度。好，丁华，接下来的一段日子你不必再管北疆，想办法将你现在收集的粮食转移至玄国和赤国附近的城。是。宁儿，你需要确定的事情已经确定下来了吗？王妃，宁儿见到了福儿。福儿？她不是在谷中吗？不，她其实在谷中待的时日不多，当初离开京城不到10日，她便回来了。那她为何不回府？宁儿不知。宁儿本想着念在姐妹一场，先自己弄清楚福儿的事儿，可她不敢拿王妃的安全去赌。毕竟福儿做的这些事儿，在宁儿看来已经违背了他们的初衷。宁儿，带我去找他。王妃，还是让宁儿去吧，我带着安卫去，让他回府。安雪堂想亲自去，可看到莫云锦回来了，他只能作罢。好，你带着安卫去，
带上少儿和康儿，不管福儿有什么目的，让他回来再说。是。不等莫云景询问，安雪堂便把福儿的事情跟他说了。其实我们还没有弄清楚福儿回京的目的，他也未必是背叛了我们。不管什么目的，先让他回来再说。而且这件事最好让凤鸣知道。阿唐，为兄回来了，可有想为兄？原来某个人还知道回来呀，我还以为外面的饭够香呢，床够软，所以忍不住浪得都找不到边儿了。兄长，你当初为何要让福儿回到古庄？你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他呀？为什么突然问起这个？你先回答我，到底为何？谷中的事务他较为熟悉，让他在谷中照料也好。所以你并没有让福儿回京是吗？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兄长，福儿在京城。确定？今日一早宁儿就出去确定了这件事儿。他说他的确和福儿见了面。在哪儿？凤鸣阴冷地问了一句，脸色阴沉的可怕。安雪堂就知道凤鸣会生气，只是他也不知道福儿在哪。看到安雪堂摇头之后，凤鸣转身叫自己去找，可莫云景这个时候却忽然说道：凤鸣，先给阿唐把个脉。凤鸣，先给阿唐把个脉。莫云景说这话时，声音里的克制、压抑被凤鸣听了出来。安雪堂一直在看着凤鸣，看到他神色变来变去，他眉头挑了挑，忍不住问道：你们俩这是在打什么哑谜啊？莫云景没有回答，凤鸣的神色难得的肃穆，他一步步走向安雪堂。他们的沉默不语让安雪堂更是好奇，不过还不等他继续问，就见凤鸣直接拿起了安雪堂的手腕给他把脉。凤鸣在确认是喜脉的那一刻，心情甚是复杂。兄长，你这眼神是要准备吓死我呀？我的身体到底怎么了吗？喜脉？当真？阿景，你可听到兄长说的了？从现在开始，好好养身体。怎么答非所问的？看起来好像并没有期待这个孩子一般。凤鸣感受到了两人身上有些不对劲的情绪，这会儿假装漫不经心地说道：既然都有了喜了，就不要像之前那般大大咧咧，得好好注意身体，好生养着。福儿的事情你自己调查清楚，如果他这个人有问题，本王不会手下留情。我知道。阿景，你实话跟我说，你是不是不喜欢小孩子？别乱想。你实话告诉我，是不是近日出了什么事儿啊？你是不是怕我这个时候怀上孩子，行动不便，处境很危险？宣国使臣即将入京，这几日探子来报，赤国那边不安分。是不是极有可能会打起来？赤国的兵力如何？如果打起来的话，天霸国的胜算有多大？赤国的实力和天霸国不相上下，若只是和赤国的交锋，并不需要担心。只是眼下北疆形势不明，玄国和西凉国私下已经和皇兄有了接触，若是他们一举进攻京城，那就有些麻烦了。安雪堂眉头微微皱起，心里很是嫌弃那愚蠢的莫云晨，只怕到时候天霸国只能走上灭国之路了。他呢？回谷主，福儿他已经走了。好一个福儿，我的命令他已经不听了，日后他还能听阿唐呢？本座还是那句话，一旦背叛寻唐谷，只有死路一条。众人听命，从即刻起，见到福儿将他抓回，若是他敢反抗，杀。是。北疆王，凤鸣，不好了！不知为何，金眼江湖上就传出了关于北疆王妃的传言。据说这番言论还是明灯大师亲口所言。这件事我们都知道了。你们知道了？那你们怎么还如此淡定啊？要知道这个传言一旦彻底传开，会引来的可不仅是天霸国的江湖人士，无论是玄国、赤国、西凉国，
甚至比较远的西域，都极有可能会有一大批人赶来。他的命换这次的事件的摆平。好，这件事是在下对不起王妃，日后王妃若有用得着在下的地方，在下定在所不辞。这都什么跟什么呀？韩云离开之后，阿景，你方才对韩阁主说的这话是什么意思？他的命，谁的命啊？玄国这次来的使臣中，有一人的命，我本想要了，可那人与韩云是旧识，他想保住那人的命。不仅安雪堂起了好奇心，连凤鸣也想知道。可很明显啊，莫云景说完之后就不想再继续往下说了。王爷，根据口供，至少有2方人透露这个消息，其中一方已经确认是4王爷府上的人。11，去青云阁烧了他的书房。阿景，你是不是说错话了？没有。可这又是为何？为何突然要烧了韩云的书房啊？哼，只是烧了他一个书房罢了。若不是如今到了用人之际，为兄第一个饶不了他。安雪堂更奇怪了，怎么连他家兄长也这么说？阿唐可忘了韩云是什么身份？青云阁的阁主啊。是啊，他韩云是谁？他可是青云阁的阁主。而青云阁又是什么地方？那可是当下影响力最大的情报中心。就凭那些江湖人士，怎么可能比他们还要早的得到莫云景府中传出来的消息？哼，韩云虽然没有让他的情报网传出消息，可他却选择隐瞒了我们，等事情发酵，为的就是让你家北疆王松口答应他，放过他想救下的那人。11，今夜多放2把火吧。是，属下遵命。韩云想保护的那个人到底是谁啊？他跟阿景你可是有什么深仇大恨？那人是玄国皇室，不过是个无足轻重之人。当年我去过玄国，在玄国的宫中发生了些不愉快之事。阿景，若是那个人在我们手里出了事儿，玄国的小公主会不会记恨我们？紫菱还小，感情要从小培养。关于那人，小八和他皇兄比我们更希望他们全部丧命于此。看来这是傣族出了好损，小八和他皇兄的人品应该不会错。阿晴，你说我肚子里要是个女孩，你以后会不会舍不得她出嫁呀？小八还这么小，我就想着给她拐过来，给我们紫菱当媳妇了。你说我们女儿很小的时候，是不是也被像我这样一个居心不良的人给盯上了呢？对于这个孩子，他果真是期待的。只是他越期待，莫云景便越痛苦。阿景，你希望是男孩还是女孩啊？都喜欢。这孩子是他怀的，我如何不喜欢？可喜欢是一回事，能不能留下这孩子，却又是一回事。皇上，臣妾还以为再也见不到您了。这到底怎么回事？臣妾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突然就起火了。臣妾还以为自己就要死了，臣妾以为再也见不到皇上您了。幸好臣妾被烧之前，四王爷闯了进去，把臣妾救了。这个时辰，莫云泽怎么可能会在宫中？我明明已经下了禁令，一旦过了戌时，就不准任何人入宫。皇上，这可怎么办才好？王爷他还在里面，里头火势如此大，他会不会？都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把四王爷弄出来！有了皇帝的命令，这帮御林军才敢有所行动。不过这个时候，莫云泽自己也跳出来了。父王，儿臣有要事相告，赤国那边有大动静。你深夜进宫，就为了告诉朕这个？是，父王，儿臣也是刚得到这个消息，于是就赶过来找父王商议。只是没想到，还没找到父王，
就听到这边有动静，儿臣以为父王今日歇息在刘贵妃娘娘那儿，所以顾不上什么，就这般冲过来救父王了。还好，父王您今日并未歇在这里，儿臣虽受了点伤，可是只要父王您没事就好。王爷，您还没听属下说完，皇上他今夜根本就没来刘贵妃娘娘那儿，你应该去。这副将的话还没有说完，便愕然了一下，随即对皇帝跪了下去。属下该死，竟没看到皇上就在这儿，请皇上责罚。皇帝微微眯起了眼，意味深长地扫了一眼副将和莫云泽的身上，片刻之后，他才对副将说道：就是你将四王爷放进宫。请皇上恕罪，确实是属下将四王爷放入宫，可属下觉得四王爷说的事情真的十万火急，属下不敢耽搁。所以你就可以无视朕的禁令，私自将人放进宫来。莫云泽动了动嘴唇，想要给副将求情，可皇帝好像看出了他的意图，冷哼一声：哼，你自己都自身难保，你以为能救得了他？你最好没有欺骗朕，不然别怪朕不顾父子之情。说完，他甩甩袖子：来人，将四王爷抓去大殿跪着。是你们算计了本王。四王爷，我们王妃有句话带给你，7日之期已经过去，四王爷还是没有把人带到我们王妃身边，所以今夜之事就当是我们王妃来索要的利息。我们王妃继续给了四王爷3日之期，若3日后我们王妃还是没有见到需要见到的人，那我们王妃可就不会给四王爷任何机会了。宁儿说完，随即转身离开。阁主，要去北疆王府讨个说法吗？我们青云阁不至于怕北疆王府，可一旦与北疆王府交恶，你觉得我们还能如此轻松的在天霸国的京城驻扎？可是没什么好可是的，这件事情告诉所有人，就当意外失火，不许任何人提及。六哥，你想明白了吗？我要是想明白了，至于这般睡不着。六哥说的也是。11到现在也没明白呀，王爷这话什么意思呀？这几日他还观察了一下王妃的心情，发现王妃有喜之后情绪很好啊，并没有王爷的那种沉重，那他就更想不通了。这一般情况下呢，王妃高兴，他们王爷也会高兴，可现在王爷只要在王妃不在的时候，他就没有高兴过。这么想着，11突然瞪大了双眼，他不可思议地看向云六。六哥，该不会王妃肚子里的孩子不是王爷的？11这等大逆不道的话，瞬间让云六想一脚把他踹下湖里。幸好11看过云六冰冷的眼神之后，吓得离他老远。六哥，我错了。你方才那话要是让我们王爷听到了，非得废了你不可。这不是想着王爷不可能会听见，我才敢开玩笑的吗？六哥，你说我们把这件事情告诉王妃，会不会有回旋的余地啊？不可，王爷做事自有他的考量，这件事我们莫要乱来。兄长，你该不会现在就要我喝安胎药吧？安胎？听到这2个字，凤鸣和莫云景又对视了一眼，两人不敢想象啊，若是他知道这碗汤药是堕胎药，会有何等反应。安雪堂饶是再傻，这会儿也感受出两个人的情绪不太对劲儿了。糖糖，有些话我想跟你说。好，你们想说什么？我听着。糖糖，你肚子里的孩子我们不能要。阿晴，你方才说什么？我好像没听清。阿唐，你肚子里的孩子不能留，也留不得。为何？这孩子为什么不能留？阿唐，你体内的情人骨在你怀上孩子的那一刻已经转移到了孩子身上。兄长，兄长不会欺骗你，如今你脑袋里的情人骨已经消失，因为它已经与你肚子里的孩子融为一体。情人骨如今已经不是一条虫子，它存在于孩子的血液中。
此生不可去。那没有别的治疗办法了吗？没有。凤鸣的回答没有一丝犹豫，若不是到了万不得已，又何尝让他最心爱的妹妹经历这样的事情？让凤鸣给安雪堂的脑袋上来一刀，让他把那蛊虫给取出来，他根本做不到。而且他现在发病的日子越来越不固定，先前是1个月1次，可这如今却是1个月好几次。发病前没有任何征兆，说发就发。若是在他给安雪堂动刀的时候突然发了病，那该如何是好？阿景，你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要这个孩子，是吗？这算什么？一命换一命。莫云锦最害怕看到安雪堂这般失望的表情。糖糖，对不起。说到底，还是他这个做丈夫的无能了一些。兄长，若是这个孩子我执意要留，那又会怎样？凤鸣和莫云锦对视了一眼，他们早就想到了这个问题。安雪堂会舍不得这个孩子。等了一会儿，安雪堂没有得到回答，他眉头紧锁，不死心的又问了一句：兄长，你倒是说话呀，我若是执意要生下这个孩子，他会如何？如果非要生下这个孩子，他一出生就会被母骨携带者控制，而且无论他日后在哪儿，母骨携带者都能够准确无误地找到他。他就像是母骨携带者的一双眼睛，他所能看到的东西，母骨携带者都能看到。白风，你是如此的该死！糖糖，孩子的身体呢？除了他会被控制外，孩子的其他方面有什么影响吗？孩子的身体发育不会受影响，如果没有被控制，他会跟一个健康的孩子一样慢慢长大，不会影响他智力的发育，也不会影响他身体的发育。阿景，孩子的身体发育不会有问题，不如我们留下。糖糖，这孩子留不得。为何？是因为怕他会成为白风的一颗棋子，我们就要放弃他。莫云景，这可是一条鲜活的生命，你有没有想过用一个孩子来换我的健康？如今还要这般扼杀了他的性命，接下来的日子，你想让我一辈子活在阴影里吗？糖糖，我们还会有孩子的。此时此刻，整个房间又陷入了一片死寂，气氛很是冰凝。不知过了多久，凤鸣终于是忍不住了，他伸出了手，将桌子上的汤药往安雪堂那头推了推。阿唐，这碗汤药要凉了。安雪堂深深看了一眼莫云景，见他没有任何松动的表情，眼底到底还是布上了一层雾。他缓缓转头看向桌子上的汤药，孩子生下来会有什么麻烦，他现在清楚了。可清楚是一回事儿，可不可能做的又是另外一回事儿了。如今他终于能够理解，为何那些孕妇明明做了产检，有些父母明明知道孩子会有缺陷，却还是想生下来，皆是因为3个字：舍不得。想到这是一条鲜活的生命，他舍不得；想到这孩子是自己孕育出来的，还是舍不得。兄长，真的没有任何办法了，这孩子就真的与我们无缘了吗？阿唐，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安雪堂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肚子，随即伸出手，将眼前的汤药端了起来。安雪堂端着碗的手，若不是极力控制，恐怕已经抖得不成样子了。为何要让我亲手扼杀掉肚子里的孩子？凤鸣看着安雪堂颤抖着手，他情绪如此脆弱复杂，根本就不适合喝药。阿唐，你作为一个医者，理应清楚，你这个状态服用这种药，恐怕会有大出血的危险。想要我情绪稳定的喝这药，我根本做不到。既然如此，还需要等什么？阿景，你这般做，我怕是再也下不了决心了。糖糖，不着急，深呼吸，缓一缓情绪。
你先松开我。你脸色非常不好，是不是不舒服？只要我一喝，我肚子里的孩子便会保不住。如此情况下，你要我如何舒服？不仅不舒服，这里难受的就好像要了我的命一般。所以安雪堂对莫云锦说话时的态度是那般的冰冷，冷得莫云锦心都跟着颤了颤，生怕他与自己生出莫大的嫌隙。糖糖，对不起，我想一个人静一静。我陪你，好不好？凤鸣抿嘴，这个时候他实在是不知道如何安慰，有些事情还是需要安雪堂自己看清。好在安雪堂并没有回答，任由莫云锦拥着，脑海里渐渐恢复理智。不过他还是想不通，他到了这异世竟然这般弱鸡，别说动不动陷入危险之中，如今竟连自己的孩子也保不住。到底是他安雪堂低估了敌人，还是因为他有人疼有人爱，所以性子变得软弱可欺了？孩子没了，我们可以再有。可是糖糖，这世间只有一个你，你若是出了事，可曾想过我该如何是好？安雪堂这会儿已经缓和不少，方才脑子里浮现很多的例子。他也想了想现代的那些打从娘胎里出生就有缺陷的小孩，这些小孩生活确实比不过正常人，甚至打一出生就要接受别人异样的目光。若他的孩子真的有问题，那生下来真的是为了他好吗？孩子会愿意吗？听你的。安雪堂闭上了眼睛，靠在了莫云锦的身上。要晚上再喝吧，再让孩子陪我几个时辰。阿唐，这是怎么了？兄长，快给我把脉呀！凤鸣有些困惑，看了一眼安雪堂身后的莫云锦，见他也有些不明所以，便只能收回目光，出手给安雪堂把脉。阿唐竟然怀了双生子！莫云锦一直盯着凤鸣的神色，见凤鸣神色变幻，双手下意识的一紧。可是糖糖的身体出了问题。阿景，我肚子里的孩子有2个。糖糖怀了双子，她好不容易才答应的事情，怕是有变。先前以为自己只怀上1个孩子，她都那般不愿意将孩子弄掉，如今得知自己怀了双子，她怎么可能还会同意？金无双，3个人坐下来之后，不等2个男人说话，安雪堂当即坚定的表态：阿景，兄长，先前的一切我不会听了，这2个孩子我都要留下。怀了双子又会如何？一旦生下，2个孩子都会被控制。怀了双子，一旦生下，2个孩子都会被控制。说实话，研究蛊毒这些年来，这种情况本座从未遇见过。说话间，凤鸣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安雪堂的肚子，微微叹了一口气。阿唐体内仅有1条蛊虫，按理说1条蛊虫就应该与1个孩子融合，可如今阿唐却怀的是双生子。本座想，这世间恐怕还无人知晓，他体内的这只蛊虫到底是会一分2半，分别融入2个孩子的骨血，还是会只进入1个孩子体内，而另外那个孩子是健康的。阿景，这2个孩子我想保。若是留下2个孩子，这怀胎10月可会有什么危险？阿景，你这是同意了？先听你兄长怎么说。只要这几个月好生养着，应是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孩子未落地之前，那白风饶是再有本事，也控制不了。阿景，你可听见了？兄长说不会有大问题，所以你就同意我留下他们，好不好？糖糖，孩子可以留下，可若是生下来，他们真的会被白风所控制，孩子要交给我负责，你不能插手。好，听你的。阿唐，你这几日好好养着，怀双子后期会比寻常孕妇辛苦些，前期若是不把身子养好，后期有你最受的。兄长莫要担心，我知道了。凤鸣见安雪堂这么在乎自己肚子里的孩子，想来也不会大意到哪儿去，于是呢就转身离开了。从今日起，
别总是在院子里捣鼓你的药材了。那不行。不行？阿景，并不是我不愿意听你的，只是女子怀胎10月，并不是说天天躺着坐着歇着就对身体好。你是不知道，女子孕期其实更应该适当的动动的，这样对身体也好，不然天天躺着更容易难产。听到难产2个字，莫云锦眉头一皱，当初她母后也是难产而死，皇嫂生子玲也是难产而死，所以她一直都不希望安雪堂怀上孩子，因为她害怕。阿景，你别担心，你的王妃会医啊，医术也不算太差，还有兄长宁儿他们几个呢，他们都会医术，不为别的，为了肚子里的这2个孩子，我也会好好的照看自己的身体的。安雪堂本来还想安慰莫云锦的，可谁知他此话一出，他就发现莫云锦的脸色并没有好转，反而更加黑了。不可以为了他们，如果真的要面临孩子和你之间的选择，我的答案永远是你，所以不可以为了他们的。身体是你的，一切按不会伤害你的方式来。好，阿景，现在都传得到我便能得到天下，你就没什么想法？堂堂想要为夫有什么想法？难道你就不想要这天下了？我想这天下男人，谁不想得到滔天权势啊？谁不想站在最顶端，俯瞰着整个世界？我想这天下男人，谁不想得到滔天权势啊？谁不想站在最顶端，俯瞰着整个世界？如若我与天下男人一样，堂堂还会跟我？那倒也是，我家阿景自然是与众不同的。莫云锦低头若有所思地看了一眼2个人十指交扣的手。纵若天下亲歌，亦不及我与他携手。这一生一世，只想看他不看天下，因为天下远不及他好看。2人刚走到会客厅，安雪堂终于看到了那抹身影。这次安雪堂倒是没有猜错，明灯大师果然是个老头。贫僧见过北疆王、北疆王妃。明灯大师久仰大名了，本妃今日请大师过来，仅有一事相问。王妃果真是个爽快人。本妃可是有得罪过大师？王妃为何会这么问？若是没有得罪过大师，我实在是想不通，大师为何要这样算计我？北疆王妃这性子着实惹人喜欢，老夫也是喜欢。莫云景也不知想起什么，这会儿舒朗清月的目光若有所思地扫了一眼明灯大师，下一秒明灯大师坐的椅子突然裂成了2半。看来北疆王府里的木椅质量好像不怎么样啊。本王穷，让大师受惊了，给大师换把椅子。是。看来这北疆王的功夫深不可测呀。大师，咱们还是言归正传，还请大师为方才我的问题给个答案。老夫与王妃从未见过面，没有接触过，王妃怎么可能会得罪过老夫呢？既然我没有得罪过大师，那大师为何要传出那番荒谬的言论？王妃当真觉得那番言论荒谬？难道不荒谬吗？我不过是一介女流之辈，大师却把那样的预言安在了我的头上。以大师的智慧，别说自己不清楚，这样的言论传出去会给我造成怎样的麻烦？王妃误会老夫了，那样的言论老夫确实说过，不过当时也是一时口快，至于最终是谁把事情闹大，老夫还真不知道。大师为何会说出那番言论？老夫所做的一切不过是顺应天意罢了。大师，你这样胡说，是不是意味着我也可以随意的把你给杀了？别人若是问起来，我也说一句顺应天意啊。王妃和王爷又何必自欺欺人？老夫那番言论到底是不是真的，王爷和王妃最是清楚，不是吗？王妃凭一己之力就能灭了大越国，
就凭这件事，也足以证明老夫那番言论确实是对的。你是莫云泽的人，所以你想把火引到我和北疆王的身上，让莫云泽有机会登上那个位置。王妃误会了，老夫不曾站队，更不会插手皇室之事。大师，你就不怕今日走不出北疆王府吗？恐怕北疆王不会舍得让老夫现在就去死。明灯大师的目光此刻落在了莫云锦的身上。老夫知道北疆王一直在找先皇后的下落，老夫愿意给王爷透露些消息，不过老夫有个要求。说。我要见那昏迷的女子。这人不仅认识阿景的母后，还想要见芝儿。可他到底是谁？还知道些什么？芝儿被我带回王府的事情，他又是怎么知道的？那他认不认识云瑞石呢？一个个疑问冒了出来。安雪堂若有所思地盯着明灯大师看。我不知道你说的那个人是谁。王妃何必浪费彼此精力？老夫只想见一眼故人，或许还能帮王妃唤醒她。王妃不是一直在想办法救醒她吗？想见她也行，先告诉本王，她是谁？这个问题，老夫还真回答不上来。北疆王若是想知道，不如等他醒了，王爷自己问。罢了，你想见，我便让你见一见好了。不知北疆王妃可否让老夫给这姑娘把脉？老头儿，想要给她把脉也行啊，你先说说看，她到底什么来头？说明白了，我自然不会为难于你。明灯大师阴沉着脸，盯着安雪堂看。这时，莫云锦扫了一旁的云衣和石榴，抓住他。且慢，让老夫带走他，我便告诉你先皇后的下落。你不可以带走他。你能做主？双双被他这个反问整得一愣，紧接着而来的就是一身的委屈了。他确实是不能做主。双双，你可以做主。双双顿时瞪大了不可思议的双眸，见双双愣在原地，宁儿适时地提醒了一句：双双，王妃说你能做主，如今你可愿意让这老头如意？不愿意。北疆王这是要任由几个女娃娃胡来。若是老夫告诉北疆王您母后还活着呢，若是老夫告诉北疆王您母后还活着呢，如此情况，北疆王也不想知道您母后的下落。明灯大师还以为自己透露了这么重要的消息，莫云锦肯定会震惊，可现在的事实是，莫云锦压根儿就没有震惊，不但没震惊，还完全没有把这句话放在心上。云六，抓人。明灯被压下去之后，安雪堂若有所思地看了一眼床上的芝儿。双双，你去好好休息，不用担心，我们不会让任何人带走芝儿的。多谢王妃。在下想请王爷帮个忙。何事？王爷，在下想娶萧琴。为何觉得本王会帮你？王爷好歹也承过安乐侯府的恩，想来也不是忍心看到萧琴嫁给那痴傻又不能言语的叶二吧。本王承的是安乐侯府的恩，就算要还，也不一定要还在萧琴身上。更何况萧琴身上确实还背着一条人命。若不是因为在灵水村与江七阳相处过，恐怕他也会被江七阳这副深情的模样所骗。时候不早了，阿景，你有什么事情就快些解决，然后咱们回家。没什么事好解决的，回家吧。王爷，这件事您当真不管吗？好歹侯夫人对您如此好，你当真要眼睁睁的
看着萧琴嫁入叶家。安乐侯和侯夫人都没有携恩图报，江清扬，你此刻是以什么身份对北疆王说这个事儿的？王妃息怒，在下并没有这个意思，只是……够了！当年叶家和安乐侯府定下婚事之日，到如今已经过去了几年了。若是你有心想帮萧琴，会拖到现在吗？琴儿的婚事是皇上所赐，我什么权势也没有，拿什么跟皇上抗衡？江清扬，有些话自欺欺人就真的不好玩了。哪怕走正道不能解救萧琴，你肚子里的旁门左道多的是，只是你不愿意罢了。他这话可不是乱说，皇帝向来不出宫，以江家和安乐侯府的本事，想要萧琴假死消失人前，实施起来太容易了。可江清扬这么些年一直都没有行动，那也就意味着在他心里，萧琴不值得他这么做。看着江清扬这个样子，哀血堂彻底歇了要撮合他和萧琴的念头。什么也别说了，本妃与北疆王帮不帮安乐侯府，那是我们的事情，与你并没有什么关系。就算我们出手帮了，也不是因为你今日求了北疆王。阿景，咱们回家。好。还请皇上为臣主持公道。到底发生了何事？皇上可还记得臣的儿子与安乐侯府郡主的婚事？记得，叶亲不说，朕差点就忘了。现在算算日子，叶二和萧琴也该成婚了吧？按理说，过几日萧琴郡主就该入叶府了。不过，这婚事恐怕会有变。两家的婚事是朕下了旨的，怎么会有变？臣不敢欺瞒皇上，今日臣听说北疆王准备介入叶家与安乐侯府婚事。哼，就算他们去找了莫云景又如何？叶亲莫要忘了，你们两家的婚事是朕亲自下旨所赐，北疆王介入又能如何？这婚事你该怎么准备就怎么准备，有朕在，这安乐侯府不敢如何？皇上，臣如今就叶二这个儿子，叶二的情况，皇上应该听说过一二。臣现在旁的不担心，就是担心北疆王会极力阻止萧琴嫁入叶家。毕竟我儿那种情况，谁家也不会将自己的宝贝闺女嫁给他呀。叶言，朕的话你是听不懂啊。朕说了，你们两家的婚事该怎么准备就怎么准备。这萧琴除了嫁入叶家，她谁也嫁不得。可是北疆王那边若是……放肆！有朕给你保证，你怕北疆王作甚？天霸国什么时候轮到北疆王来说的算了？臣不是这个意思，臣知错，还请皇上息怒。好了，朕知道你也是担心你家那儿子，你尽管放心好了，你们两家的婚事由朕做主，旁人干涉不得。说吧，你的目的是什么？让老夫带他走。不可能。北疆王难道舍得让自己心爱的女子陷入那样的绝境之中？阿景放心，无论他做了什么，我都不怕。就算所有人都想杀了我，没有那么容易。我劝你还是乖乖说出那个女子的身份，或许我还能给你留一个全尸。北疆王，你……阿景，咱们走吧。阿景，你觉得萧琴和江清扬两个人若是走到一块儿，可行吗？江清扬是典型的公子哥。典型的公子哥？唉，原来我也有看错眼的时候。先前一直觉得江清扬和萧琴两个人还挺般配的，眼下我倒是有些不乐意将他们两个人凑成一对了。我这样的想法也不是为了萧琴，而是为了那侯夫人。阿景，对于他们两个人的事儿，你就没有别的什么想法吗？没有。我知道你不想管他们的闲事儿，不过我也知道你心里一直在意萧琴的姐姐当年所做的一切。既然如此，
我们就趁这个机会帮安乐侯府一把，把这份恩情给还了。安乐侯府不仅有萧琴，他还有2个哥哥。就算要还安乐侯府的恩情，也不一定要还在萧琴的身上。若是你现在还是那个皇帝处心积虑想要除掉的王爷，我们这次不帮萧琴也没什么。可如今不仅朝堂上都知道皇帝莫名的依赖你，京中百姓也都知道如今的北疆王是皇帝身边的红人了。所以在谁看来都会觉得你在皇帝面前能说得上话。说不定大家都会以为如今的皇帝都会听你的提议，安乐侯府的人也不例外。安乐侯府的人也会认为你能在皇帝面前说情。若是你这次不帮萧琴，他们心里难免会有想法。莫云景向来做事不在乎世人的眼光，他自然更不在乎安乐侯府的人会怎么想他。可安雪堂却不这样认为，他到底是不想让莫云景被人诟病的。既然这份恩情早晚要还，那咱们就还个大的。对于安乐侯和侯夫人来说，眼下最想解决的应该就是萧琴的婚事了。堂堂想怎么做？皇帝那边应该不好入手，最好的方法就是让叶家自己退婚。萧琴欠叶家一条人命，想要叶家主动退亲可不容易。叶家那痴傻又哑巴的二公子，若是能被治好，用治好叶二这个条件来换萧琴一个自由身，我想叶家人都会同意的。堂堂莫要忘了，叶家是医学世家，有些事不试一试又怎么知道不行呢？万物皆有裂痕，是光进来的地方，不是安雪堂自大骄傲。万一安雪堂就是叶二生命中的那束光呢？可以去见叶二，但定要让宁儿几个跟着贴身伺候。有些人发起疯来，你应付不了。知道了，我肯定会保护好自己。我就知道阿景你最好了。王妃，王妃，不见了。王妃，王妃，不见了。双双，你说芝儿姑娘不见了？是的，王妃，对不起，是双双没有看好芝儿姑娘，是双双该死。过去看看。双双，你是什么时候离开芝儿房间的？我那时看到芝儿姑娘嘴唇发干，就想着去厨房给她弄点热水，就倒了1杯水的功夫，我一回来就发现床上没了芝儿姑娘的身影。我记得康儿姐姐说过，有人守在院子外，只要我喊2声就有人现身，可我都出去喊了好几声，没有人应，我这才跑去景堂院。去厨房倒1杯水的间隙，床上的人就不见了，看样子芝儿估计早就醒了。王妃，对不起，是我没看好芝儿姑娘。双双别怕，我们会找到芝儿姑娘的。你这几日就搬去与康儿姐姐睡，好不好？好。王爷，有人闯了地牢。王爷，有人闯了地牢，明灯不见了。地牢里的人呢？可有受伤吗？回王妃，守着地牢里外的20个精兵全部昏迷不醒，12肩膀中了1刀，如今也昏迷不醒。带我去看看他们，先把人救醒再说。这种毒素本座知道，出自西域邪族，是一种极强的迷幻药。这种药粉一旦碰到人的肌肤，人就会瞬间失去意识。这毒可有解法？有是有，不过解药需要用到一种特殊的药材，寻唐谷恰好就有这种药材，本座让谷中的人送过来，得等几日。这几日他们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不会，这种毒不致死。莫云景看向了凤鸣和韩云。你们还有别的事？被莫云景这么一提及，凤鸣和韩云的脸色越发阴沉凝重。兄长，可是出了什么事？进屋说。几人坐下之后，韩云和凤鸣赶紧出声解释。两人说的事儿和莫云景所预料到的都是一样的，是关于安雪堂的那个传言。不仅是江湖中人派人过来，如今各国皇室也开始打探这北疆王妃到底是何方神圣。各国的帝王听到这个传言，比江湖中的人更想得到安雪堂，若是得不到，那必须要将他想方设法的弄死。
我知道你们是在担心我的安危，不过眼下不是还没有发生什么事儿吗？都别这么愁眉苦脸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等他们来了，我们再一一解决便是。也是，接下来的事情谁能说得清楚？船到桥头自然直，走一步算一步吧。说完，凤鸣站了起来。时候不早了，阿唐，咱们回去吧。阿景，那我先和兄长回去了。今日就不要再捣鼓那些药材了。知道了。凤鸣和安雪堂离开之后，莫云锦看向韩云。何事？有人要杀他。你怀疑是本王要他的命？他马上就进京了，除了王爷你想要他的命，我实在想不出谁会在这个节骨眼上想要他的命。韩云，你与本王认识几年了？10余年。所以在你眼里，本王是说话不算话之人。抱歉。本王是答应了不杀他，不过那仅仅是先前的恩怨。此次他入京，若是还妄图做些愚蠢的事情，本王不会在手下留情。韩云站在原地沉默了片刻，终是无奈地叹息一声。他当然知道，若不是因为他先前的威胁，北疆王不会放过他的。若是他这番进京还那般任性，恐怕就算是韩云也护不住他。韩云找你何事？没什么大事。对了，本座今日突然想起一个事。此话一出，莫云锦和安雪堂都看向了他。你们不要想太多，我要说的这事儿算是好事儿。兄长，你快说呀，到底什么事儿？为兄就是突然想起来，那白风体内虽有母骨，可若是我们能将他活捉，然后给他弄成活死人，永远醒不过来，那他也就没办法控制子骨了。那便等白风出现。王爷已经查清楚了，莫云人那边之所以想要抓王妃，是因为他觊觎王妃的医术。这一次的调查结果让他们很是失望啊，因为透露王妃医术精湛的这件事儿是莫云晨，他应该很清楚莫云人有多希望找到一个神医，彻底医好自己断掉的手脚。可是莫云晨还是毫不犹豫地将他们的王妃给出卖了。来而不往非礼也，既然本王的二皇兄出了手，你们便回个礼，让他这段日子安分些。是，属下明白。紫菱那有何消息？启禀王爷，世子这些日子一直没有消息传来。云四说完之后，一旁的云六也补充了一句：大哥那边也没有消息，他自从去了念云城就没有来过信，我们的人已经派出去几日，这2日应该就会有回信了。莫俊义还在北疆营，以莫云晨的性子和如今的处境，他不会对莫俊义动手。不过莫俊义的处境也不会好到哪里去。至于云一等人，他们去了念云城便没了消息，念云城那边估计也不太安分。做梦了。阿景，你实话告诉我，你是不是会出征？莫云景一愣啊，是没想到安雪堂会突然问这个问题。阿景，你真的要出征啊？不行，你不能去。是不是梦到了什么？关于我的，还是在战场上的？虽然想起来还是心有余悸，可安雪堂点了点头。他在京中等了好久好久，都没有等来莫云景的消息，然后他便亲自去军营寻人，可无论他怎么找，还是找不到他。最后便传来了莫云景的死讯。不管你梦到了什么，那终究不过是个梦，不要担心。堂堂莫要忘了自己制作出来的秘密武器，那些炸药威力巨大，有了它，我就算出征，就有几支大军是我们的对手。真的要出征？确定了？赤国集结了大量兵马往2国边境，先前守在边境的是永和将军，这永和将军有勇无谋，若是2国真打起来，京中定会派人去坐镇。皇帝已经下旨了吗？确定是让你去坐镇？我要跟你一起去。还没有，赤国这些日子以来的行为，皇上已经知道，不过他貌似还不相信会打起来。为何？皇上登基那年，
就与赤国签订了100年停战协议。那他是不是一点安排都没有？他是不是不想要这个江山了？你先别笑，这件事可大可小，一旦打起来，我们的处境是不是很危险？莫云晨那边不是要造反吗？你对他造反的这件事儿到底有什么看法？不管从哪里打，苦的、伤的、死的，只有士兵和百姓。你说我们有没有可能直接劝皇帝退位啊？直接把皇位给我们子陵得了。阿景，一旦皇帝真的让你出征，我跟你一起去。不可。为什么？唐唐忘了自己如今是什么情况。你如今有了身子，军营那样艰苦的地方，自是不能再去。我有能力照顾好自己。总之，我要跟你一起去。以后再说，很晚了，先休息吧。启禀王爷、王妃，安乐侯府的郡主自杀了。人死了？属下派去打探的人还未回来。萧琴郡主自杀的消息是方才去采购的下人回来说的，他也是在路上道听途说，知道我们王府与安乐侯府有些渊源，所以才回来告知属下。阿景，我去安乐侯府走一趟吧。恐怕你不仅是想去安乐侯府，你还想去趟叶家吧？果然知我者兄长也。莫云锦和凤鸣两人无奈地对视了一眼。既然安雪堂想要参与此事，那他们就算是阻止也没有用。唉，看来为兄得假扮一下江湖神医了。我家兄长果然很上道啊。琴儿，你倒是跟娘说句话呀，你别吓娘好不好？你不想嫁入叶家，爹和娘都知道，你别再想不开了啊！娘一定想办法，一定不让你嫁入叶家，好不好？娘只求你别再寻死了。你若是死了，娘该怎么办啊？就在这时，管家来报，说是北疆王妃来访。快去请北疆王妃过来。夫人，这件事儿还是莫要难为北疆王和北疆王妃，你我都很清楚，北疆王并不欠我们什么。可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秦儿出事，眼下若是不求北疆王出手，我们还能有什么办法呀？这个时候，北疆王妃进到了屋里，安乐侯和侯夫人向安雪堂行了礼。侯爷、夫人，莫要这般客气了。王妃，老身也不想让王妃为难，可老身实在是走投无路了，眼下只能求王妃救救我们家琴儿。今日我来就是为了此事，夫人先起来。这件事我们从长计议，眼下没有外人儿，安雪堂的计划也没有隐瞒，直接就告诉了安乐侯夫妇。当然他并没有把自己会医术的事情说出来。安乐侯听完之后却是有些犹豫了。哎呀，叶二的病恐怕不好治啊，叶家人的医术不错，连他们自己都不能治好，旁人恐怕……叶家人的医术再好，他们也不能接上人的断臂，不是？侯爷，你别忘了，太子的断臂可是在北疆王府被治好的呀。萧琴与叶家的婚事，侯爷和侯夫人不必操心，此事交由我与王爷处理。不过萧琴确实欠了叶家人一条人命，为了防止叶家背后拔刀，侯爷这些日子可要多安排些人手保护萧琴。多谢王妃提醒，本侯知道怎么做。那便好，我想单独跟萧琴说几句话。你知道我今日为何会来吗？你自杀的消息是江清扬故意给我们王府的下人透露的。什么？你自杀的消息自然不会让外人知道，毕竟一旦传出去，叶家和皇帝知道，就一定会派人上门，加快你嫁入叶家的脚步。所以安乐侯和侯夫人早就封锁了消息，不让任何人传出去。但你自杀这个消息还是不小心的传到了我们北疆王府，用脚趾头想都能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了。江清扬并不是个什么也不会的废物，对于萧琴他是能够救的，只是他不愿意走险招。最让人寒心的是，他知道萧琴寻死后
并没有第一时间来看他，而是想方设法的把这个消息传回了北疆王府。显然，江清扬对萧琴的爱没有那么深。萧琴啊，不要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寄托在一个男人的身上，你的命也不是那个男人给的，你不应该只在乎那个男人的想法看法。你还有父母，还有哥哥们，有什么事情多想想他们，他们已经失去一个女儿一个妹妹，你忍心再让他们再次经历这样的痛苦吗？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可这世间男子千千万万，为了一个不把你看中的男人就失去自我，你扪心自问，这样做值得吗？有些事情得靠自己想通。叶家的事儿我会想办法替你解决，但你的生死只能靠你自己。你若是铁了心的要寻死，那我今天说什么也没有用了。就在安雪堂想要离开的时候，萧琴说话了。王妃，我能问你个问题吗？若是王爷出了事，您愿意用命护着他吗？愿意啊。可是王妃，您方才不是说不应该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寄托在一个男人身上？萧琴啊，你觉得江清扬能拿来跟我们北疆王比吗？旁的不敢说，但我敢肯定，为了我，北疆王是愿意付出自己的生命的。这世间所有的事情都是相互的，他既能为了我付出性命，我自然也能为他付出一切，包括我这条命。眼下本座担心的不是明灯和那枝儿会对谁造成威胁，本座唯一在乎的是西域邪族。西域邪族早在100年前就被灭，如今出现的迷幻药是曾经留存，还是这世间还有邪族的人？这才是本座担心的。还有一件事，本座想应该要告诉你，传闻中是西域灵女带着她的灵宠亲手端了邪族的窝，邪族上下几百号人全是被灵女和她的灵宠所杀。莫云锦面色一沉，西域邪族灭亡他不关心，可这事儿若是扯到了西域灵女身上，他可没忘了那帮西域人是将他的王妃当成了西域灵女的呀。如果那西域邪族的人没死绝，又知道了安雪堂的存在，那安雪堂的处境就会更加危险。那明灯和枝儿的行踪还是要查，不过本座还是决定派些人去西域打探邪族的事。本王派人协助。凤鸣，福儿的行踪你可有查到？提及福儿，凤鸣脸色肉眼可见的阴沉下来。这些日子他亲自去查，可就是查不出福儿到底是隐藏在何处了。你的人若是发现了他的行踪，不必手下留情，杀无赦。本王倒是觉得他的所作所为或许是因为你身上的病。不管他为了什么，总之这样的人本座绝不允许他再出现在阿唐身边。兄长说的可是福儿？方才我在府外好像看到他了。阿唐这话什么意思？你看见福儿了？方才在府外我看到一个身影，觉得挺像福儿的，我已经让宁儿他们3个去追了。兄长，若真的是福儿，你把他带回来，我有些话想要问清楚。对于安雪堂的话，凤鸣没有回应，他的身影几乎是瞬间消失在了院子里。可看清楚了，真是福儿。我觉得我不会看错的，可是那人身上散发的气息又与福儿不大相同，不知为何我这心中总有些不安。如果真是他，总会找到人。萧琴如何？死是肯定死不了的，不过人是活着，但那颗心估计是死了吧。能到这时候才看清一个人，也是他自作自受了。阿景，你这话说的，难道你早就知道那江清扬不靠谱了？安乐侯府中还有2公子，在萧琴没有失手杀害叶小明之前，这2位公子在朝堂上占据很重的分量，他们一人是刑部尚书，一人是正一品武官。所以江清扬打从一开始接触萧琴就带有目的的？不全是，对于萧琴，江清扬应该是有意的，只是人心会变，尤其是一个有野心的男人，在所谓的情爱面前，江清扬可能会倾向于权势。或许这就是萧琴的命吧。罢了，他们的感情也轮不到我们管。
我就是想帮萧琴把叶家的婚事给退了。你这是要发病了？恐怕我活不久了。怎么回事？凤鸣把自己的袖子卷了起来，示意莫云锦看他的手腕。这是什么？你中毒了？哼，本座这身体百毒不侵，本座倒是希望自己是中毒，只可惜啊，这黑光代表的是我的寿命。所以1个月之前，我这手腕上的黑光还有4条，代表着本座还有4年的寿命。可这1个月以来，本座病发的越来越频繁，前几日更是发现手腕上的黑光只剩下这1条，也就是说，本座这寿命或许还剩1年不到。听到凤鸣说他活不过1年了，莫云锦甚是紧张，他的情绪很是复杂，嘴唇动了动，什么话都没有说出口。而凤鸣此刻正沉浸在自己的情绪之中，犹豫了片刻之后，他最终还是决定赌一把，准备把自己的情况彻底的跟莫云锦说明。不过这样的行为极有可能会让凤鸣提前毙命，不管莫云锦会不会信他，今日他定要把一些世人根本不相信的秘密告诉于他。为了更好的保护阿唐，他只能这么做。莫云锦啊，你可相信人有前世今生？莫云锦啊，你可相信人有前世今生？你想说什么？本座知道你心里对于我的来历一直有怀疑，你也派人查过我，不过你一直没有查到本座与阿唐的关系，你更不知道为何本座非要认阿唐为妹妹，为何要苦苦创立寻唐谷，又为何要用命护着她。确实，这一世本座与阿唐并没有血缘关系，不过在很久很久以前，阿唐是本座的胞妹，只是命运捉弄，她为了本座，为了你，死于非命。为了我？凤鸣这话是什么意思？那时候，你我是好兄弟，而我们家的阿唐气质美如兰，才华富比仙。你经常来我们府上做客，一来二去的，与阿唐便熟悉起来，你更是心悦他，而你的身份又是无比高贵。到了阿唐及笄之年，你便迫不及待让人上门提亲，早早定下了他。你与他两情相悦，是所有人都羡慕的一对眷侣。只可惜你的身份终究让人觊觎，你的兄弟觊觎你的位置，处处与你为敌，而那些所谓的京中贵女觊觎的是你这个人和你手中的权势。阿唐彼时是你的未婚妻，可她也是京中出了名的才貌双全，若不是碍于她是你未婚妻这个身份，恐怕来我们府上提亲的权贵子弟加起来都能绕着皇城一圈了。你也应该很清楚，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而行高于人，众必非之。那时候的阿唐自然而然被许多人当成了眼中钉，恨不得除之而后快。好在那时我们家也不是好欺负的，有你和我这个兄长在，一般人还不能威胁到他。只是你的仇人实在是太多了，而我的身边，还有阿唐的身边，又出现了吃里扒外的畜生。想起那些背叛他和阿唐的身边人，凤鸣的双眸中充满了戾气，而莫云景听后，后背也渗出了些许汗水。明明天气不热呀，可是听着凤鸣娓娓道来的声音，竟然不觉得开始揪心起来。然后莫云景的声音将凤鸣的思绪从仇恨之中拉了回来。后来在你们成亲之后的第2年，阿唐他替我挡下了毒箭，那毒无药可解，不过你到底还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秘方，用自己的心头血吊着他的命。可谁能料到，阿唐身边的婢女与你身边的侍卫通了暗渠，起了歹心，还被敌人收买，最终趁你不备，将阿唐一刀一刀活活剐死。
莫云锦呼吸一滞，浑身的血液就像沸腾的开水一样，带着一股不能忍受的怒气，一直流到了手指间。凤鸣看了眼莫云锦的神色，他很了解他此刻的心情。不过就算再生气再愤怒，那也已经变成历史了。这就是为何本座要极力反对宁儿他们几个与男子往来。本座在收留他们时就已经明确要求，只要他们留下来，就意味着这一辈子必须断情绝爱。他绝不允许前世的事情再次发生，这也是为何凤鸣对于背叛他的人要赶尽杀绝。既然福儿已经起了别的心思，那他必须得死。莫云锦面上虽然还维持淡定，但心里已经震撼的不行了。原来他们之间的羁绊早就开始了。他刚想说话，只见凤鸣突然捂住心口，骤然地吐出了一口血。为何会突然如此？哼，这就是惩罚。有些事情不能说，而我说了，自然是要遭受天谴的。你为何会有前世的记忆？为何？说到底，阿唐是因你我而死，那一毒箭若不是他为我挡下，死的人就是我，所以我必须要为他做些什么。至于安雪堂和莫云锦死后，凤鸣到底做了什么，这事儿只能天知地知他知了，不然会殃及到他的阿唐。事到如今，我不说的事情自然是不能说。你想知道我为何能拥有前世的记忆？简单，有所得便有所失。我得到了不忘却前尘往事的能力，肯定是要付出代价的，而我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此生无爱。所以我一出生，父母便离世，身边有血缘关系之人，谁敢亲近我，必死无疑。而我更是活不过这而立之年。不仅如此，一生下来便是要月月遭受千刀万剐般的痛苦。每每发病陷入昏迷之前的痛苦，比千刀万剐还要恐怖。他说的这些，只不过是他这一辈子必须要付出的代价。他还没有提及前世所付出的那些种种，只是前世终究是前世，如今完全没有必要再提了。莫云锦，我死了之后，阿唐就交给你了。这一世，你若是再护不住他，本座绝不会饶了你。话落，凤鸣感受到身体里传来的锥心刺骨般的疼痛，他又吐出了一口鲜血，还未等莫云锦反应过来，凤鸣就僵硬着身体直直地往后倒过去。在凤鸣触地之前，莫云锦及时拉住了他。凤鸣。凤鸣此时已经彻底失去了意识，无论莫云锦怎么喊，他都听不见。事不宜迟，眼下他顾不上其他，背起了凤鸣，使用轻功往王府赶。他知道凤鸣对于安雪堂意味着什么，哪怕知道安雪堂见到凤鸣这个样子一定会担心，可想到凤鸣的话，他又怕凤鸣真的就会这么去了。若是安雪堂连凤鸣的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那他一辈子肯定会留下遗憾。安雪堂正在处理他的药品，院子外突然传来一阵巨响，他心头一颤。糖糖，快过来！莫云锦的声音从手术室里传来，安雪堂脸色大变，已经忘了自己怀有身孕，跑着就冲了出去。刚一进去，就发现手术台上躺着的凤鸣了。他的脸此刻苍白如纸，是安雪堂从未见过的样子，而且他的嘴角还沾染着些许血迹。安雪堂的脸唰的一下发白。阿景，兄长这是怎么了？他应该是病发了，他身体确实一直有问题，方才还吐了血。病发？安雪堂双手止不住的颤抖。他一直都知道凤鸣身体特殊，他完全没有想到他身体会差到这般地步啊！给凤鸣把完脉，他又开始给他检查瞳孔，见瞳孔居然有散大的趋势，他整个人差点跌倒在地。在这个没有除颤仪、没有任何急救器械的年代，他这个样子真的很危险，说是不做点什么，恐怕熬不过今日。快去拿我的那些针筒，还有那瓶我没有提取成功的东西，快去给我拿过来。宁儿反应过来，随即飞身出去。安雪堂听完凤鸣的心跳声，又检查了他的瞳孔，
凤鸣这个样子分明就是垂死之际呀！不会的，兄长还这般年轻，不会死的。这时宁儿拿着东西也回来了，安雪堂拿出了针筒，又从宁儿手中拿过了那个瓷瓶，里面装的东西是他这些日子以来努力从家畜肾上腺提取的。他总觉得这东西跟现代的那个不一样，所以他一直认为这个东西没有成功。眼下兄长已经出现了呼吸困难，心脏收缩异常，除了给他皮下注射这个不知道有没有成功的肾上腺素，他别无他法。最终他只能咬咬牙，将这东西打到了他的身体内。在场的人都盯着安雪堂的动作，他给凤鸣打了强心针，接下来便是揪心的等待过程。虽然只有几分钟，可这就像是过了一个世纪一样。安雪堂的目光从未离开过凤鸣，屋子里的人都没有出声。在寂静的诡异的3分钟之后，凤鸣终于有了动静。他难受的闷哼了一声，所有人在那一瞬几乎屏住了呼吸。兄长，你能听到我说话吗？凤鸣脑海里迷迷糊糊的，他只知道自己再一次发病了。他迫切的想睁开眼睛，想看看到底是不是他家阿唐。可渐渐的，耳边的声音越来越远，越来越远。不知这样持续了多久之后，他再一次的彻底的失去了知觉。安雪堂以为他会醒，他明明都看到凤鸣的手，他的眼珠都动了，可他最终还是彻底晕了过去，吓得安雪堂脸色越发的苍白。糖糖，康儿，去准备热水给兄长擦一擦吧。凤鸣嘴角还有血迹，康儿应声之后便匆匆离开了。宁儿、寿儿，去提取我要的东西。寿儿、宁儿应了一声，急匆匆的去往了另一处院落，并吩咐厨房给他们送来大量的家畜。他们不知道凤鸣的性命会不会再次陷入危险，所以能救命的东西一定要越多越好。兄长可有告诉过你什么？说了些关于他的身世，还有他的前世。提及前世，安雪堂并没有太震惊。凤鸣找到他之后，他在梦里就隐隐知道了，而且一个人对一个人好，不可能毫无理由。他一直知道兄长有着常人无法理解的来历。兄长的身体之所以会变成这样，与他一直拥有记忆有关，是不是？兄长的身体之所以会变成这样，与他一直拥有记忆有关，是不是？事到如今，莫云景也没有必要瞒着安雪堂了。他牵住了安雪堂的手，缓缓地将凤鸣所告诉他的一切与他一一解释。安雪堂的接受能力不错，很快的便接受了他们之间的所有前尘过往。我到底是何德何能，为何能得到凤鸣这般不顾一切的宠爱？想到这儿，安雪堂无奈的苦笑一声。他一直觉得自己的医术不能说天下第一吧，至少可以说非常的精湛了。可如今连兄长到底患了什么病也无从查出，这样的结果让他升起了深深的无力感。若不是因为我，他这一生又怎会有这样的诅咒？若不是因为我，他这一生会不会像一个普通人一样，出生就有父母疼爱，没有变成孤儿，不必背负煞星的罪名，更不必承受身上的痛苦。如今他也不至于这般年轻就倒下，性命难保。我到底何德何能？他竟然为了我做这样多的事。糖糖，这是他自己的选择。既然他这般选择，那就说明你值得他这么做。我不会让兄长死的，我要想办法救他。安雪堂的前世便是一个没人疼爱的孤儿，如今好不容易有一个无条件宠爱他的兄长，他又怎么会舍得让他这般轻易离世呢？无论你想做什么，我陪你。这一刻，安雪堂倒是庆幸莫云景懂他，无论发生了什么样天大的事情，他都会在安雪堂的身边。既然凤鸣的性命与这手腕处的黑光有关，是不是意味着黑光越多，他活的时间就越久呢？阿景，你能不能帮我把这世间所有的医书都找来一份？好。安雪堂又检查了一下凤鸣的生命体征，看他似乎已经平稳的脉象，紧绷着的心终于松懈下来。
很晚了，回房吧。不了，今晚守在兄长身边，他这病来得急，谁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守着他点，我能安心。堂堂不是还要花精力看医书，我已经让人去寻了，明日一早就会有人将医书送过来。这世间的医书很多，若是你先倒下了，拿什么精力看医书？听话，我们今晚先回房休息。果然提到了看医书的事情，安雪堂有了动摇。堂堂，我们就在隔壁，不会有事。凤鸣不仅疼你护你，他也在乎你肚子里的孩子，所以别让他担心。终于安雪堂被说动了。好，我先回去休息，明天还要看医书呢。你一大早的去书房，可是发生了什么事？都是一些朝堂上的小事，不必操心我这边。医书待会儿就让人搬进隔壁，你可以一边照看你兄长，一边看医书。那些书大多数都是从太医院搬来的，还有一些是江湖上的。另外，我已经派人去各地各国寻找医书，无论什么样的都不会放过，定会送到你跟前。不过你看归看，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莫要用力过度而倒下。堂堂，这世间没有几个人的医术在你之上，若是你倒下了，你兄长的病就真的无能为力了。放心吧，我不会让自己出事的，我可没那么容易倒下。福儿在白关公的帮助下恐怕已经离境，我打算撤回一下安慰，回来守着景堂院。关于这一点，安雪堂和他想到一块儿去了。他也觉得与其这样派大批人马去寻找福儿，还不如等他自己回来。安雪堂始终相信福儿这样做有他这样做的理由。不仅是王府的人，我准备把寻唐谷的人也叫回来，不必找了。如今兄长情况不明，我怕有人会趁虚而入。好。这时安雪堂又想起了萧琴和叶家的事情，既然已经答应了萧琴，那就要帮他取消那门婚事。今日我要去一趟叶府。这件事你不必再管，我来解决。不，我今日一定要去一趟叶府，我要见叶二一面。莫云锦的解决方法是安排萧琴假死，或者是直接找皇帝说，可无论哪件事他都不讨好的。安雪堂心里有一个怀疑，若他的怀疑是真的，那这件事儿就能轻松解决。莫云锦最终是没能阻止安雪堂，只能替他安排好一切。很快，刻意伪装过的安雪堂和宁儿两个人出现在了叶府。唐神医想来也知道了我们家叶二的情况，他情绪不稳，若不是多派些人手看着，老身怕他会做出伤害自己身体的事儿来。理解。少爷在做什么？启禀夫人，少爷方才上茅厕，不小心弄脏了身上，此刻正被人伺候沐浴呢。哈哈，看来需要让唐神医多等一会儿了。无妨，不过方才在府外站得有点久，我累了，不知我可不可以进二少爷的房间里坐着？叶夫人也是个会医之人，应该知道在医者眼里不分男女吧。还未等这叶家夫人说什么呢，宁儿面无表情地说道：叶夫人没有回应，是不愿意让我们唐神医进二公子的房间。叶夫人没有回应，是不愿意让我们唐神医进二公子的房间。当然不是，老身没有这个意思，只是……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宁儿便直接领着安雪堂往前走了。他动作也快，在场的人都没有反应过来。宁儿已经推开了叶二的房门，叶夫人想让人拦住，那都迟了。安雪堂和宁儿已经看到了房间里被按在椅子上，脸上还有明显巴掌印的男子。这不是说叶二公子在沐浴，看府上的丫鬟小厮都是这般目中无人，欺上瞒下的。你们叶府的后院管理实在是太失败了，叶夫人，你可得多上点心，不然这帮人越来越过分，不久之后就敢踩在主人的头上拉屎撒尿了吧？唐白，你别蹬鼻子上脸！安雪堂扑哧一笑，这就沉不住气了。叶夫人稍安勿躁嘛，方才不过是朋友之间的调侃罢了，莫要跟我一般见识，不然显得你多小气啊！你，好了好了，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如今叶二我也见到了，我先给他瞧瞧。毕竟啊，这也是我今日受人之托来的目的。若不是让我给叶二诊治，恐怕叶夫人也没有办法交差，对吧？安雪堂说完，便和宁儿进了叶二的房间。压着叶二的2个小厮还没有来得及说什么，就被宁儿拎了起来，面无表情的给扔了出去。紧接着，宁儿看了一眼安雪堂，与他交换了眼神，退出了门外，将门一关，把自己和院子外的人都关在了门外。这叶家夫人强忍着怒火：“你们这是什么意思？你们到底想对我儿子做什么？”唐神医治病时容不得有人在场，单独给二公子治病之事已征得内卫和叶家老爷的同意。你们有任何问题，先去找内卫和你们老爷。叶夫人那双阴狠的眸子死死地盯着宁儿，若眼神可以杀死一个人，宁儿恐怕已经碎尸万段了。不过宁儿完全不再怕的，她就这么双手环胸，轻轻地靠在门框上，继续守着。来叶府的事儿可是皇帝亲自安排，他们王爷借花朵儿花贵妃之手，给皇帝透露了一个江湖神医唐白，并且把唐白做的恢复身体健康的大补药给了皇帝服用。皇帝用了之后是觉得浑身哪儿都舒服，就信了那个唐白是神医。叶儿，你准备装到什么时候？安雪堂的话说得如此猝不及防，苦心经营的伪装如此不堪一击的被安雪堂给看出了破绽。你先别激动嘛，就你现在这个身体情况，想要直接弄死我有点困难。你是谁啊？安雪堂眉头一挑，果然这叶二就不是个哑巴，让萧琴背黑锅，还让她嫁到叶家来送死，你过意得去吗？不可能，他怎么可能知道？他强忍住内心的震撼。叶二，你装疯卖傻这么多年，图的是什么？叶二没反应，而是死死地盯着安雪堂。你可以选择不说，不过我也不跟你继续拐弯抹角了。今日我是为了萧琴而来，在叶家人以及所有人看来，是萧琴杀了你大哥，他欠着你们叶家一条人命，所以哪怕13岁小孩都能想到，一旦她嫁入你们叶家，只有死路一条。旁人不清楚你大哥怎么死的，叶二，难道你还不清楚吗？你什么意思？如今我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还想跟我藏着掖着？叶二，我喜欢聪明人，也最讨厌那些想在我面前装疯卖傻的人。当初若不是你给你大哥先吃了那毒药，他一个大男人又怎么可能会死在萧琴的手中？安雪堂的话说的这般明显，叶二没办法淡定了。你到底是谁？我或许是一个能将你推入万劫不复深渊的人，也或许是唯一一个能彻底将你从虎口里救出来的人。他说这话时，神情是那般的高傲，此刻他的眼神就仿佛是一个掌握了一切的神。这么多年来，除了小时候快要死掉的那一次感受到了恐惧，叶二还从来没有这么怕过。你到底知道多少？不需要套我的话，我知道的肯定没有你这个当事人多。说吧，为何要给你大哥下药？我没有大哥，我娘只生了我一个。安雪堂没有丝毫的惊讶，反而露出了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你知道？啊，刚刚才知道。安雪堂只是猜测，今日见到叶家夫人，再见到叶二这一院子的丫鬟小厮，还有推开门所看到的那一幕，他便知道叶二肯定不是叶家夫人所生。所以你因为不是叶家嫡长子，对那叶小明怀恨在心，就给他下了毒吗？我没有那个本事，我下的毒根本不致死。是你下的毒不致死，可是能让人瞬间无力啊。若不是碍于我没有本事弄到毒性更大的东西，那一次我定要他死。叶二因为许久没有说话的关系，每说一句话嗓子就特别的疼，不过他可以忍。看着他额头冒出的细汗，安雪堂眉头皱了皱，拿出了一根银针。我给你封个痛穴吧，让你说话的时候不会那么痛苦，你愿意吗？他几乎都没有犹豫的就点了点头。安雪堂也不墨迹，
站起了身，封住了他脖子后面的几个穴位。现在感觉如何了？果然那种痛感没了，多谢。你这喉咙受过重伤，又因为一直在吃刺激性的东西，所以导致喉咙里严重发炎。目前来看，你这里头还可能长了一些异物。可还有治？治是可以治的，就看你接下来要如何选择了。安雪堂此话一出，叶二就瞬间明白，既然他喉咙的痛感消失了，那眼下他没什么好隐瞒的。叶二本来是不会炼毒的，那日给叶小明下的毒药不过是他随便弄的，本来他是没想给他下毒的。可叶小明跟他说他要娶萧琴，可叶小明明明知道叶二最喜欢的女子便是萧琴，可只要是他看上的，叶小明都会抢，所以他不能忍，他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萧琴嫁给那个变态呢？所以他没忍住，便冒死给叶小明下了毒。可造化弄人，叶二下的毒药并不能取了叶小明的命，反而还害惨了萧琴。事后他去和父亲坦白，叶小明的死不能全赖在萧琴的身上，因为叶小明死后，身为太医的叶家人不可能查不出来叶小明中了毒。可这事儿叶家就是一口咬定就是萧琴的错，如果没有萧琴那一刀，叶小明也不会死，那毒妇更是不可能放过萧琴，还有叶二。当然了，叶二毕竟是叶家的血脉，所以他的父亲不会让他死，不然那毒妇怎么可能容忍叶二存活至今呢？不死归不死，这些年来毒妇没日没夜的会让人折磨叶二。听到这儿，安雪堂终于了解了大致情况，没想到那看起来人模人样的叶家夫人竟然是如此狠毒。想不想报仇？想不想报仇？想。可我这个样子又有什么能力啊？不过有件事你得先搞清楚，我要弄死的人除了你口中的毒妇，还有你的父亲，你可愿意？死了那个女人，叶家家主肯定不会放过萧琴，只有让叶家的话语权落到了叶二的手中，萧琴才有可能躲过一劫。没什么不愿意的，虽然他给了我一条命，可这些年来也是他让我过得生不如死。是那毒妇对我下手没错，可他又无辜了吗？若不是他的纵容，我又怎会落得这种下场？若不是他默许了那毒妇的所作所为，我娘又怎么会死？我身边的那些小厮，还有我祖母身边的那些嬷嬷又怎么会死？所以他死一点也不无辜。叶二能这样想最好，还免得他的麻烦。其实安雪堂也想过，实在不行就将叶家人全杀了，可叶家好歹也是有根基的人家，就算这叶家三口都死了，在这个节骨眼上，谁也不能保证叶家其他房的人不会怀疑到安乐侯府上，所以弄死叶家的作恶多端的老两口就好了。那叶家以后的当家人就是叶二，叶家是他说了算，叶二与萧琴的婚事自然也是他说了算。叶二不是傻子，知道面前这个唐白愿意帮他，定是有他的目的。你的条件？萧琴不愿意嫁入叶家，我的条件就是放她婚姻自由。这件事为了不影响到安乐侯府，退婚之事应由叶家提出最为稳妥。我答应。好，记住你今日的承诺，那两个人不会活过今晚。不过今夜你必须离开叶府。如何离开？待会儿我带你走，不过你的伪装需要一点一点的卸下，一会儿出去你就开口说话，我会以医治有效果，要带你回去继续治疗为借口，然后带着你离开这里。那毒妇不会让我这般轻易的离开，尤其是知道我还会说话，她更不会同意。我今日要做的事情只需要你一点头，别的你不必担心，我说能助你离开就能助你离开。不，你不知道叶府的情况，那毒妇买了不少江湖人士守在外面，你别以为院子里的都是没什么能力的小厮，实际上他们都是江湖人士，都是有功夫的。放心，我这人从来不做没有把握的事儿。走。稍等。他转身去了一个角落，找出了一块白布，交到了安雪堂的手中。这是我写的血书，里头写了当年叶小明被我下毒之事，还有那毒妇这些年来草芥人命的事。我所知道的死在他手里的那些人，我都记录了下来。只要你有本事找到这些人的家人，应该能找到那毒妇草菅人命的证据。
只要找到证据，或许能威胁那毒妇放过萧琴。安雪堂扬了扬眉，没想到叶二还有这一招呢。叶二深深地看了一眼安雪堂，若是我真的死在这儿，你一定要帮萧琴啊！算我求你，一定要帮他。这叶二还以为我没有本事带他离开，还是他已经做好了，一旦我解决不了那些外人，就以命拖住他们，然后让我和宁儿离开。无论是哪种情况，安雪堂都不会让他死在这儿。你放心好了，不会有事的。走。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将公子扶进去！公子的身体受不得寒，快扶进去，好生照顾。叶夫人对自己的儿子当真的好，在叶夫人的好生照顾下，二公子的身体真是健康的很啊。我儿子是我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老身自然会对他好。叶夫人身上掉下来的那块肉，不是已经烂了吗？你放肆！哪来的刁妇？你竟敢如此无礼！啊，本神医呢，是天上来的，在本神医的医治之下，二公子的哑症已经有所好转，所以本神医准备带着他回神医谷医治，相信不久之后，二公子的痴傻症就好了。你做梦！这是我儿子，你休想带他离开！你这庸医，竟然敢骗到我们叶家来！来人呐，将他给我拿下！院子里的小厮纷纷的亮出了家伙，都指着安雪堂和宁儿呢。可安雪堂却面不改色。叶夫人说的骗，又是从何说起呀？本神医什么时候骗人了？二公子，说句话给你娘听听，免得他污蔑了本神医。我确实能说话了。怎么可能？他被我毒哑了这么多年，怎么可能治好？都听到了吗？这下总该相信本神医的医术了吧？本神医还有要事在身，懒得跟你们废话。叶二呢，我就带回去医治了。放心吧，过2日就还你们一个更健康的叶二。我儿子不能跟你们走，就算你真的医术高超，那也不能随意的带走我儿子。他不能跟你们走。本神医要带走的人，恐怕你是拦不住的。唐白，老身劝你别多管闲事，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免得惹一身麻烦。安雪堂懒得看他，他只是轻轻地拍了拍手，一群黑衣人几乎是从天而降，院子里的人甚至都没有反应过来，便被寻唐谷的高手们点了穴。安雪堂看向了一旁的叶二，走吧。叶二回过神，事情的发展显然出乎了他的意料，他跟在安雪堂的身后，一步一步地离开了这个囚禁了他好些年的院子。老爷，不好了！又出何事了？你这般大惊小怪的模样，成何体统？叶二被那女人带走了。什么女人？就是皇上派来给叶二医治的唐白，他带走了叶二。老爷，快呀，快派人去将叶二弄回来，不能让他就这么离开。叶二就算是死，那也要死在他的手中。你是死的吗？你怎么能让一个陌生人带走叶二？不管他多么不喜欢叶二，可叶二毕竟是他唯一的血脉，他又生不了了。若是叶二出了问题，那叶家可就真的断子绝孙了。老爷，你以为我故意让他带走叶二的？你倒是问问院子里的人，叶二到底是怎么离开的？叶太医懒得搭理叶夫人，当即将守在叶二院子里的人叫来，他亲自盘问。在听到叶二能说话时，他的眼眸一亮。你说什么？二公子能说话了？此话当真？府里的人点头说是。叶太医的反应和叶夫人是完全不一样，他若能好起来，叶太医肯定是乐见其成。想到这儿，脸上不由得露出了些许笑容。叶夫人看他这样，双手握拳，心底愤恨不已。参见皇上，参见花贵妃。叶青，起来吧。何事让你如此着急见朕呢？皇上，臣的儿子被那唐白唐神医带走了。
叶青这话何意？唐神医把你儿子拐走了？叶太医眉头紧蹙，当即就将唐白今日所做的事给说了出来。皇帝别的没听清，反而是听到唐白治好了叶二的哑巴症。高啊！那唐神医的医术实在是高啊！花朵儿嘴角上扬，看起来也像是在开心。皇帝激动地抓住了花朵儿的双手。花娘，你说那唐神医的医术是不是真的非常高超？先前朕吃了他制作的补药，就觉得身体好的不行，如今他竟然这般有本事，一下就治好了叶二的哑症，他真是有那么厉害？皇上，您不是亲耳听见叶太医说了吗？叶太医的儿子真的被唐神医治好了哑症。妙，实在是太妙了。快，叶青，快去将那唐神医宣进宫，朕要见他。皇上，叶太医已经说了，这唐神医带着叶二离开叶府了，而且叶太医派了人去找，并没有找到唐神医和叶二的下落。啊？怎么可能会找不到呢？那朕派些人去找找。还不等叶太医说什么呢，花朵儿便说道：皇上万万不可，皇上有所不知，这个唐神医做事较为特立独行，他医术精湛是真的，脾气古怪也是真的，若是把他惹急眼了，他一定不会愿意给惹他生气之人医治。不过叶太医也不必这般着急和担心，那唐神医虽说脾气古怪，但他也是出了名的说到做到。既然他说能治好叶二的痴傻症，那叶二就一定会被治好。左右也不过是几日，叶太医何不安心等着？若是叶二真的能被治好，叶太医不兴奋吗？听花朵儿这么一说，叶太医就动摇了。叶青，既然花娘都这么说了，你就信一回。那唐神医只是治了一次叶二，就能治好他的哑症，你还担心什么呀？总之，朕相信唐神医。皇帝心里有自己的算计，叶太医也希望如花朵儿所言，叶二能被那唐白治好。于是他便听了皇帝和花朵儿的建议，准备再等几日。是夜，向来安安静静的叶府突然着了火，起火的地方还是叶太医和叶夫人的寝室，火势蔓延得很快，甚是凶猛，就算府里的人有救火的心，奈何他们根本就靠近不了。等他们想方设法的灭了火之后，叶太医和叶夫人已经被烧焦了。这一下子叶府是彻底的乱了。唐神医，是萧晴让你来找我的吗？所以他知道当年叶小明的死有我的手笔。他什么也不知道，就算他知道了，也不会把所有的过错都归在你的身上。你当年是对叶小明下了毒，可萧启那一刀并不是你让他刺的，他心里很是清楚。就算说破了天，他在这件事情上都是有过错的。叶二其实很想再见萧琴一面，但想到自己的处境，他自嘲地笑了笑，紧接着他对着安雪堂跪了下来。你这是做什么？唐神医对叶二的大恩大德，叶二没齿难忘。如今叶二这个状态，对唐神医无以回报。叶二今日承诺，日后叶二这条命就是唐神医的。唐神医需要叶二做什么，哪怕是要了叶二这条命，叶二都不会拒绝。说完，叶二给安雪堂磕了3个响头，每一个都是那么的重。安雪堂倒是能理解他的心情，我也不是白帮了你，记得你答应我的事情就好，好生养着吧。说完，安雪堂便带着宁儿离开了。叶二也不知跪了多久才起身，他这辈子都会记得唐神医的恩，若不是因为他这辈子也不会有机会脱离那个毒妇的手掌心，是唐神医给了他重生的机会。一大早，皇帝就得到了叶太医家失火的消息，也知道了叶太医夫妇去世的事儿。皇上，请保重龙体，人死不能复生，奴才知道皇上为叶太医难过，可叶太医想来也不希望见到皇上如此为他忧心，伤了龙体呀。彻查，传朕命令，给朕彻查，朕就不信这件事是个意外。皇上，臣妾知道
您对叶太医之死难以接受，可人死不能复生，您要注意身体，莫要伤了身子。花娘，人人都说朕不重感情，可只有朕知道，朕不是不重感情，只是能值得朕付出感情之人实在少之甚少。朕的那些个儿子女儿，平日里讨好朕，也不过是为了让朕多看他们一眼，多赏赐给他们一些好东西罢了。他们从未真正的关心朕。可叶青不一样，他跟在朕身边多年，也只有他最懂朕。朕无论想要什么，想干什么，他都懂。如今他就这么去了，朕心里难受啊。花朵在皇帝看不见的地方，眼眸微微眯起。他倒是没想到狗皇帝对那叶太医的感情如此之深。皇上，叶太医若是能知道皇上对他的心意，肯定会很高兴。那又有何用？人都不在了。皇上，叶太医去了，那您可想过要如何安排他的公子？皇帝身体一僵，他直愣愣地盯着花朵儿。花娘，你说什么？皇上，臣妾说的是叶家的二公子叶二啊，他不是叶太医在这世间的唯一血脉吗？太好了，叶家没有绝后，叶太医还有血脉。花娘，那你可知去哪找叶二和那唐神医？花朵儿一本正经地摇头。皇上，臣妾说过，这唐神医行踪不定，只要不是他想现身，谁也找不到他。不过皇上也不必太担心，叶太医生前不是说了吗？那唐神医承诺会把叶二治好并送回叶府。唐神医说到做到，咱们且等着就是。皇帝自从吃了所谓唐神医的补药之后，就坚信那唐白确实是个神医。在花朵儿这么说之后，他便坚信唐神医会把叶二治好送回来。沉思片刻，他突然来了主意。皇上，您这是去哪儿？朕据你旨，叶二医术不行，不能继承叶亲的衣钵，但朕可以给他别的职位，等他被治好，朕就让他当个官儿。还是皇上想得周到，若是叶太医在天有灵，一定会感谢皇上的。朕就喜欢听你说话，每一句都说到朕的心坎里去了。臣妾说的句句都是实话。这日，安雪堂坐在了凤鸣的床边，给他进行针灸，而宁儿则是汇报叶二以及皇帝这几日来的动作。叶二这个人还真是说到做到。回府后，当即安排了叶太医和毒妇的葬礼，紧接着主动进宫面圣。虽然不知跟皇帝说了什么，但他出宫没多久，就有圣旨传到了安乐侯府和叶府，旨意大概就是叶二与萧琴的婚事作罢，两家人婚姻自由。此外，皇帝还给了叶二一个不错的职位，吏部尚书。听完此事，安雪堂笑了笑，如今这个叶二也算是苦尽甘来了。王妃，安乐侯夫人与萧郡主求见。让他们去会客厅吧。是。侯夫人，莫要折煞了小辈，快请坐吧。王妃，您的大恩大德，老身一家无以回报啊。以前您对阿景的帮助，他都记得，如今他有这个能力报答，您就莫要跟他客气了。安雪堂这话说得清楚啊，这次的事儿就是莫云锦来报恩的，所以意味着他们侯府不可以再利用以前的恩情求着莫云锦为他们做什么。说完，安雪堂看了一旁的萧琴，接下来萧郡主可有什么计划？启禀王妃，我打算去我大哥大嫂那儿，他们所在的地方虽说只是个小县，可听大哥在信中提及，那地方民风淳朴，百姓生活很是惬意，所以我想去看看。如此也好。唉，老身倒是希望他留在侯府，可他欲言又止的，让安雪堂眯起了眼。看来萧琴离开，除了他自己想去散心，还有别的原因。不等安雪堂开口，萧琴便亲自解释：娘，我与那江清扬不会有什么关系了。再说我确实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大哥和二哥了，我是真的想去看看两位兄长。可他已经让人上门透露了想来侯府提亲的意思，以前我们是没有办法，如今皇上已经下了旨，你以后婚嫁自由，
所以你和那江公子……娘，我与那江启阳不合适，所以娘莫要再说这样的话，女儿不想听。夫人，儿孙自有儿孙福，郡主经历了这么多事情，她知道自己现在想要什么，夫人何不让她自己好好想想呢？哎，罢了罢了，老身也确实没那精力管了，随他吧。安雪堂和两个人又聊了一会儿，侯夫人和萧琴才告辞。而他们走后不久，王府却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不知四王爷突然到访，所谓何事啊？哼，本王为何而来，弟妹你肯定很清楚，莫要跟本王打马虎眼。为了双方的和气，弟妹还是快些把人交出来的好。人不在北疆王府，怎么以四王爷的能耐竟然查不出来明灯大师已经离开的消息？莫云泽当然不信了，他的人一直在盯着北疆王府，也知道明灯大师来了这里，却一直没有出去。四王爷喝点茶呀，等你歇歇脚。若是不相信我说的话，待会儿你可以亲自带着人彻底的搜查我们北疆王府。他这一听倒是怀疑自己听错了，他当然不会傻到无条件的相信安雪堂的话，就是不知他这次又耍什么花样。看了眼放在面前的茶水，他嘴角露出了嘲讽的浅笑。哼，真当我会傻到喝下去吗？莫云泽将茶水端了起来，突然递给了一旁的云四。那，本王赏你的。四王爷这是怕我下毒啊？哈哈，怎么会呀？本王就是突然发善心。本王看着云四站着也挺累的，这茶赏给他正好。哦，那恐怕要让您失望了。四王爷恐怕还不知道吧，我们北疆王府的人都有洁癖，你碰过的东西，恐怕我们王府的狗都不愿意再碰的。莫云泽丝毫没有想到安雪堂能这般的不给他面子。想到这儿，莫云泽当即将手中的茶杯扔向了安雪堂，可他到底还是没有明白自己的处境。在莫云泽被云四控制之后，安雪堂不紧不慢地从腰间拿出了一个瓶子，那瓶子里装的可是他特意为莫云泽制作的东西。将瓶子递给了云四，云四立马会意，将瓶子里的东西全部倒入了莫云泽的嘴里，并死死地捏住了他的下巴，不让他有机会吐出来。逼着莫云泽咽下去之后，安雪堂才让云四放开了他。莫云泽派来的人赶紧将他从地上扶了起来，一群人逃似的离开了这里。让人去盯着莫云泽，看给他医治的人都有谁。是。找本王何事？臣斗胆请求王爷出征赤国。赤国人近日来越来越过分，王爷再不出手，幽兰城的百姓恐怕就没了活路了。守着幽兰城的镇西大将军回京了？没有。既然镇西将军没回京，有他和他的军队坐镇幽兰城，你怕什么？王爷，镇西大将军是什么人？您难道不清楚吗？幽兰城岂能靠他守住啊？他根本没有这个本事啊！那你觉得本王有这个本事？本王手中如今可没有可用的军队，这一点你不清楚。兵部尚书没想到莫云景会说出这样的话来，愣了半天也不知道怎么接。回去告诉我父，他不必这般试探。如今北疆大军到底如何，他心中有数。今日他来找北疆王是皇上授意，皇上就是想试探北疆王到底还能不能控制得住北疆大军。此刻被莫云景给拆穿了，他自然也是没有那个脸面继续待下去。给莫云景认了错，便灰头土脸地离开了王府。王爷，皇上这是敲打您，想让您去把这北疆大军的兵权抢回来。哼，皇上可不敢放王爷回北疆。毕竟对皇帝来说，几十万北疆大军若成了叛军，再把守在幽兰城的几十万大军交到北疆王的手中，那北疆王和太子要是真的一条心，两地起兵，那皇帝到时候如何守得住皇位呢？
让14去趟幽兰城。是，属下这就去跟14说明。王爷，属下已经找回了江湖上大多数医书，那些医书可要现在搬进景堂院？不，以后每隔2日送一本进景堂院即可。若是一下将那么多医书给搬进去，王妃定然更不愿意休息了。是，属下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了。不过就是怀了一个崽，瞅你这小心翼翼的模样，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这肚子是有多尊贵呢。谁说这孩子不尊贵？这孩子来的多么不容易，他心里清楚，而且他还是谷主的骨肉，他就是尊贵的。没错，床上抚摸肚子的女子是京中消失了的福儿，而屋子里的另外一个女人是白光宫的人。京中情况如何？哦，找你的人不仅没少，反而还多了许多。要我说，你就不应该再管你那所谓的谷主。你可不知道最新传来的消息对你有多不利。新传来了什么消息？寻塘谷的谷主奉明传令，只要找到你，原地处决，谁也不许留情。不可能。我就知道你不会信。今日姐既然说了出来，就有证据让你彻底看清那薄情男人的狠辣。那看吧，好好看看你喜欢的男人到底想如何对待你。福儿紧皱眉头，他不想看，他不敢看，他怕看到自己不想看到的，他会不知所措。怎么，不敢看？唉，其实你心里早就猜到了，是不是？你以为不看就可以继续欺骗自己？他使用的激将法确实有用，福儿最终还是打开了手中的信。信上的笔记他再熟悉不过了，是凤鸣的。信中的内容却是彻底的让福儿从心凉到了脚底。我的命原来在他心里是这般不值钱吗？这下你总该死心了吧？你把人家放在心里，但他却可以这般连眼都不眨的下令取你性命。唉，为这种人生孩子可一点都不值得。值不值得都不关你的事。哼，这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罢了，左右这都是你自己上杆子想要受虐，我说再多都是浪费口舌啊。我不管你到底怎么想，但别忘了你答应我们的事情。为了将你救出京城，我们损失了多少人，你心里很清楚。若是我们主子想要的东西你给不出来，你的下场恐怕会生不如死。放下狠话之后，女子扭头就走，福儿的目光却一直落在信上，脸上的伤心慢慢的变成了自嘲和恨意。为什么？那安雪堂只不过是半路杀出来的人，他凭什么一出现就能抢走谷主所有的宠爱和注意力？他明明什么也没做，凭什么寻塘谷的人都要听命于他？他安雪堂已经有了战胜北郊王的宠爱，也拥有了北郊王妃的权利，他凭什么还要霸占着凤鸣？他又凭什么得到寻塘谷下一任谷主的位置？福儿越是深想，眼底的恨意就越是浓重。可他却忘了，福儿所在的组织名为寻塘谷，自然是为了寻找安雪堂而生。没有安雪堂，哪来的寻塘谷？若不是为了创办寻塘谷，凤鸣又岂会救下他们这些将死之人呢？宁儿，在你心里，你觉得福儿会背叛我们吗？若是换了以前，宁儿肯定是毫不犹豫地说不会呀。可她今日说不出口了，尤其是想到不久前福儿那眼神。王妃，福儿或许已经不是我们所认识的那个福儿了。宁儿，你可知，若福儿真的背叛了我们，这将意味着什么？宁儿自然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啊。王妃制作的炸药，福儿不仅知道原材料，还知道具体的配比。一旦福儿真的把炸药的配方透露给了他们的敌人，那后果不堪设想。福儿的功夫与你比，你们谁更胜一筹？福儿的内功比我好，但我如今学了王妃近身的功夫，若是真和福儿对上，我不一定会输。安雪堂微微颔首，但他没说什么。宁儿并不知道安雪堂问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等莫云锦回来的时候，他便发现今日的安雪堂心事重重。寻塘谷到底发生了何事，值得你想了这么久？
不是寻唐谷的事，是福儿。我们找了这么久都没有找到福儿，我只是有些担心。担心福儿会背叛？福儿与一般人不一样，他知道炸药的配方，还知道具体的配比。既来之，则安之。如今你担心这些事没有什么意义，与其花时间在这种事情上，你不妨多教些医术给你身边的那几个丫头，尤其是剖腹取子之术。安雪堂抬起头，无奈地看了看他。这话莫云锦可不是第一次提及了，他是每隔几日都要再说一遍。眼下安雪堂被他三言两语转移了注意力，主动把这几日宁儿他们所学的成果说了出来。为了保证宁儿他们几个是真的学会了，宁儿他们还专门让人去盯着全京城的产妇，一旦有产妇出现了难产，当产婆宣布大人小孩都不保的时候，宁儿几个就会及时出现，并给产妇做剖腹取子手术。几个手术做下来，没有一个失败的。安雪堂在提及此事时，很是为宁儿他们几个骄傲，可莫云锦却觉得远远不够。看来这几个月他得多派人去盯着孕妇了，若是出现难产的现象，便让宁儿他们去练手，至少得让宁儿他们把剖腹取子这个手术练到不会出现任何意外的程度。师父，白凤，你可知道为师为何一直戴着面具？白风摇摇头，对于这一点他不知道。面具男将面具给摘下来之后，白风看清了他的容颜，向来稳重的白风也倒吸了一口冷气。你可知道我这张脸是被何人弄成这副模样？白风眼神复杂，生怕云瑞石下一秒说出来的是他不想听的。把为师这张脸变成这样的人，就是你心心念念的女子安雪堂。白风最后的希望彻底幻灭，最终只能无力地叫了一声师父。旁的不说，安雪堂如今可是莫云锦的王妃，就冲这个身份，你自己也应该有些分寸。那滔天的仇恨，你若是忘了，为师不介意提醒你。说完，云瑞石深深地看了他一眼，转身离去。站在原地不知多久，白寒来了。风，那个人你非要不可。除了安雪堂，确实是不会再有一个女人让白风如此上心了。甚至在得知云瑞石的脸之所以会变成那样是安雪堂的手笔时，他下意识想的并不是杀了他为师父报仇，而是想如何让师父放下对安雪堂的怨恨。在意识到自己的想法时，他觉得自己或许是真的疯了。对于那个安雪堂，白寒是喜欢不起来的。一来他已经是莫云锦的人了，二来他的能力非同小可，跟他对上，他们的变数太多。白寒沉默了许久，最终问了出来：为什么世间女子千千万，为何非她不可？你问我为何，我又何尝不想问自己为何？若是我也能找到答案，或许我就不会如此纠结，纠结他的死活，纠结他的安危，纠结他的心，他的人是不是属于我？白寒紧皱了眉头，他实在不知那安雪堂到底是有什么魅力，竟然让白风如此耗费心神。一开始我以为自己是真的只想利用他来对付莫云锦，还有那明灯大师放出来的言论，得他者得天下，所以我自己真的以为接近他，想方设法抓住他，仅仅是为了利用他。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好像一切都变了，变成了我控制不了的局面。他的脸，他的性子，他所做的一切几乎都像烙印一般刻在我的脑海里。我倒是想忽略，想逼自己视而不见，可我不能。我越是想忽略他，他在我脑海里出现的频率就越高。在我意识到他对我有影响后，我也想杀了他。那时候他体内的蛊虫还容易受控制，只要我动了手，他必死无疑。是这里阻止了我。每当我想要对安雪堂下手时，这里就会莫名剧痛。那种痛来的剧烈，却好像在告诉我，一旦我真的那样做了，我
我这一生一定会后悔。哪怕我明知道他是我们的仇人，知道他伤了我不少兄弟，知道你师父的伤是他做的，可我就是没办法对他下手，也没办法看着别人对他下手。我知道你或许会觉得我疯了，我也觉得自己疯了，可这种疯我并不想治，我甚至想一直疯下去。那女人的性子如此之烈，就算白风有一天能够得到她，她也是不可能乖乖听话的，甚至她一定会反过来利用白风对她的感情，将白风身边的一切搞得天翻地覆。我知道你担心什么，放心，我一定会再想办法解决，大不了让他走我母亲的路。盯着白风看了好一会儿，白寒突然泄了气。今日喂狗不好。他一进府，云寺就跟莫云景汇报今日安雪堂用膳的情况。据他所说，厨房做的补品，安雪堂并没有吃多少。阿景，你这是在让云寺监视我的一举一动吗？别想转移话题。肚子不舒服？没有，只是你可能不了解，女子怀上孩子初期就是这样的，会出现一些不好的症状，比如食欲不振，所以我这也是正常的。糖糖，这孩子我们不要了。阿景，你别冲动，怎的突然就说这个了？吓死个人了。我没有开玩笑，孩子对我来说有没有都无所谓，但我不能让你出事。他这话还有一点不舍，但是又决绝，就好像已经彻底做好了决定。你放心啊，我真的不会有事儿的。你这话若是让肚子里的2个小崽子听了去，以后非得跟你闹。他们不敢。阿景莫要担心，我现在也没有多不适，怀孕初期吃不下东西，那都是正常反应，后面几个月就吃多了。到时候若是身上长了很多肉，身材变形了，你可莫要嫌弃我。若是我说一句会嫌弃，糖糖是不是会弃我而去？要不你试试？为父不敢。陪安雪堂吃过晚饭，莫云景没多久就被云六叫走了。白风，你想干什么？阿唐，你在害怕？毕竟他现在肚子里还有2个孩子，不可以冲动。白风看着他，忽而伸手想要去触碰安雪堂的脸。安雪堂意识到他的动作，头皮发麻，这个人的目光充满了占有欲。怎么，嫌弃我？你说呢？阿唐，你可知道这些日子我有多想你？闭嘴！阿唐这2个字岂是你能叫的？白风的手早就停在了半空之中，他没有要收回去的意思，可也没有要继续往下落。是你将莫云景引出府的吗？白风明显一愣，安雪堂成功捕捉到了，看来不是他将阿景引出去的。白风还想说话，可安雪堂不想再看见他了。还不滚吗？阿唐，我更想带着你一起滚。这个人的眼睛里欲望太过明显，他有那么一瞬间真的觉得白风是一定要带他走的。就在安雪堂准备喊人的时候，白风竟然收回了手，对他笑了笑。不过眼下还不是时候，阿唐定要等我。说完，白风潇洒离去，而安雪堂的身子也终于能动了。宁儿！可外面却没有动静。他匆匆下了床，赶紧推开门，只见宁儿笔直的站在门口，身子明显僵硬。宁儿！安雪堂着急的绕到了宁儿的身前，只见她眼底含着泪迹，但任何话都说不出来。王妃，是宁儿失职，还请王妃责罚。这不能怪你，谁能想到白风的武功竟然在短时间内得到了那么大的提升，他能悄无声息地点住了宁儿的穴道，还能让宁儿倒都倒不下。莫云景得到了消息，以最快的速度赶了回来。可有受伤？没有，没什么事儿的，你别担心。莫云景一把将他搂进怀里，有那种失而复得的感觉。白风来了。
他直接将方才所发生的一切都说了出来。而莫云锦是越听眉头皱得越紧。本王做不到。他虽然得了林夕的内力，可莫云锦知道他不能隔空且没有点穴的情况下让堂堂动弹不得。安雪堂想，如今阿景的功力如此深厚，连他都做不到，那他是真的一点也不相信白风也能做到。我怀疑云瑞石没死，不仅如此，他和白风或许有联系。你是不是怀疑白风得了云瑞石的内力？对了，阿景，你此番出去可有找到明灯和芝儿的行踪？他们确实现身了，不过那两人擅长易容术，他们此次现身恐怕只是想给我们制造混乱，他们有别的目的。明灯有何目的，安雪堂不在乎，他如今就是想找到芝儿。芝儿的身份很特殊，他家阿景对芝儿有种熟悉的感觉，还有双双，他对芝儿也有莫名的亲近感。所以女人的第六感告诉他，这个芝儿和莫云锦的母后之间定然是有某种联系的。他能带走明灯，此人应是有能耐的，堂堂万不可对他心软。若是他再出现，离他远点。好。如何？确实如您所想，我现在动不了他。那他呢？安雪堂他可有什么变化？从我进门到离开，他好像动弹不了，一直躺在床上。安雪堂原来也跟白风一样动弹不得。丽叔，可是有什么问题？白恒利应了一声之后，便拿起了白风的手腕给他诊脉。白风体内的气息不稳，应该就是方才体内蛊虫有反应所导致的。在我找到应对办法之前，你莫要再靠近安雪堂那女人。哪怕你如今功力大增，但在她面前你还是会吃亏。若是没发生方才的事情，或许白风会觉得白恒利为了不让他见安雪堂，所以在危言耸听。可他在北疆王府所发生的一切告诉他，他体内的蛊虫虽然是母蛊，但如今已经无法控制安雪堂了，反而他竟然被安雪堂控制住了。与此同时，京中某处青楼里，主子那边可顺利？自然是顺利，不过我今夜还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儿。原来除了我们，还有人盯着那北疆王妃。主子今夜在北疆王府遇上了其他人？远远的看了个热闹，没想到那北疆王妃如此迷人，竟让那么多优秀的男人非她不可。竟然白光宫的白风那么想要得到北疆王妃，我倒是想帮一帮他，让他和北疆王妃终成眷属。主子管这叫终成眷属？主子，西域那儿传来动静，西域皇族已经找到了灵女，并带回了那个药方，医治了大多数人的大脖子病。灵女？你确定消息准确？千真万确，传消息之人是手下最信任的一个眼线。当年我的祖上能杀了灵女，我自然也能。让人打探清楚那灵女的事，等我先复兴邪族，再慢慢来收拾她。主子，据传来的消息，西域灵女如今就在天霸国的京城，还是位有身份之人。西域灵女不仅现世了，还出现在了天霸国的京城，有意思啊，真有意思。主子，是否要现在去找白光宫之人谈判，看他们是否要合作？找啊，不过白光宫我总觉得没那么简单。你先用明灯大师的身份去接近，莫要暴露西域邪族。是。下去吧，我累了。是。明灯离开之后，芝儿犀利的目光微微眯起。莫云锦，你是那个女人的儿子，所以我定然要杀了你。他身为西域邪族的主子，当年竟然处处落于那个女人的下风，仅凭那女人长了一张好容貌，便能轻松赢得那些臭男人的欢心，这也就算了。可那女人仗着自己长得美，竟然勾三搭四的，有一个相好的之后，竟然还去勾搭他所喜欢的人。
可偏那冷血无情之人把毕生的温柔都给了那个女人，他又如何甘心？他跟他打下来的江山，竟然是该死的女人坐享其成，他又如何不恨呢？